英俊哥，我只是想让你好好的看着我，但是我已经无法再忍耐下去了。不只是弟弟，我要你完全属于我。英俊哥，果然认错了。英俊哥怎么可能在这里？怎么又想起他？分开这么多年，他应该已经把我忘了。我长得有那么可怕吗？太伤人自尊了。居然被帅哥抱住了，害羞死了。可怕了！救我！你弄脏我的鞋子了。真讨厌。长得这么帅，你真的是刑警吗？当然了。可不可以留你的电话？微信也可以呀。私人的联系方式可不行哦。今天的调查就先到这里，如果想起新的信息，可以到警局来找我。就这么走了吗？是他没错，我记得那个被撞的女生向他求救过。但是那家伙好像有点变态，居然就那样无动于衷地把女神丢在那里。有点变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同学，请等一下，麻烦您配合做一下笔录。哎，林默。你这混小子，这么多年都去哪儿了？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到底是谁啊？我认识你吗？你完蛋了，一定是我演得太假，被他看穿了，他肯定要发火了。为什么当时要问你是谁？这样不是太明显了吗？毕竟在一起那么多年，再说以英俊哥的长相，怎么说都不会是会被忘记的人吧？我好蠢啊！你到底是谁啊？我认识你吗？你有没有搞错？你不认识我？混蛋小子，亏我这么多年一直惦记着你。既然这样，我现在怀疑你和一起诈骗并肇事逃逸的案件有关，要求你回警局协助调查。哎，诈骗？什么诈骗？我完全不清楚啊，我只是路过而已。少废话！等一下，不行的，英俊哥，教授还等着我送实验数据，我还不能走。哦，英俊哥。
血坟墓说的就是我吧？他不是失了智，为什么一见到他脑袋就罢工了呢？态度再坚决一点，说不定就没这么麻烦。5年了，我还是没有变，还是这么喜欢他。要是像5年前离开他的时候那样，可是他那么可爱的人，永远都只能是我的哥哥。看资料上写的，你不是读的生物系，怎么又转行学表演了呢？没有，继续演啊！刚刚不是装的挺像样的？笔录我都做完了，可不可以？不行，我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为什么突然失去联系，连我的手机号都拉黑了？我把手机弄丢了。你撒谎的时候就喜欢看脚尖，照顾你那么多年，想知道个理由过分吗？哥，别问了，我不想再说谎话。臭小子！不想说就算了，从小就是这样，真是个倔小子。我啊，被你吃得死死的，看你可怜巴巴的，让人没办法发火。哥还是和以前一样，那么好。我们就是好奇你挂在嘴上的宝贝弟弟。你们这群厚脸皮的家伙，吓到我家小孩就杀了你们！哇，长得很帅嘛，跟那个傲娇男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真的是兄弟俩吗？气死人！一个两个都长这么帅，不给我们留活路啊！喂，有没有听我说话？真是的！老大，难得你们重聚，不如带他一块儿去庆功宴嘛！求求你了，姑娘们好久都没见过小鲜肉了。不行，到那个地方还得坐地铁，我弟不能坐地铁。为什么不能坐地铁？闭嘴！管那么多干什么？我可以坐地铁，我早就不怕火车了。老大真的是命好，每个案子都办得这么顺利。还不是因为他长得帅，把证人都迷得神魂颠倒。你行你也上啊！明俊哥，我想先去下洗手间。去吧，我在门口等你。你们先去吧，我在这等着他。想不到5年不见，那孩子变化这么大，变高了，好像也变得更帅了，和小时候那个可爱的样子完全不一样。真是有种老父亲的心情啊。不过，我还是很想知道，5年前他为什么突然消失。毕竟，他小时候经历过那么不幸的事情。醒醒，醒醒啊！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害怕所有跟火车相似的车。如果再被乱七八糟的事纠缠，就太可怜了。该不会是父亲再婚，把他赶出家门了吧？唉，好烦。谁让我装大度，说什么不想说就不要说的话，搞得都没办法再开口问他。但愿这5年没有我在身边，他都好好的度过了吧。什么时候开始抽烟了？对身体不好。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感觉无聊了就会抽一根。我们走吧，他们已经快到了。不然还是叫车过去吧。你真的没事吗？如果害怕，我就抓紧你的手。如果害怕，就抓紧我的手。可是，好歹我们2个大男人。你看那2个男生，好帅呀！是情侣吗？哎，气氛好尴尬啊。明俊哥，头痛吗？
别动，让我靠一下。怎么感觉这小子性格变得不太一样了？表面上不动声色，却让人觉得强势。干杯！啦啦啦啦啦！注意你们的形象啊，好歹也是公职人员。不管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能再见到你，我真的太开心了。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告诉我。不要再走了，好不好？哥，你醉了，不要再喝了。怎么可能？才喝了6瓶啊！不要小瞧已经成为社会人的哥哥我。英俊哥，哥，没人吗？英俊哥，啊？宝贝儿，好像有人来了。先到先得，他是我的了。识相的快点滚！哼，扫兴的家伙！长得真漂亮啊，蓝色的眼睛。你是混血吗？真让人把持不住啊！等，你干什么？滚开！搞什么？懂不懂规矩？先来后到。英俊哥，醒醒！对一个喝醉的人出手，到底谁不懂规矩？他是你的人，他呀，一看就是经常出来玩的人。你紧张什么？英俊哥，你打断别人很扫兴啊！明明是他先勾引我的，还主动让我摸他的。放手！你弄疼人家了！你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神经病啊！从现在开始，除了我，没人可以碰他。关你什么事啊？你是他什么人啊？你用不着知道，你用什么地方碰过他，我会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都切下来。开什么玩笑？这种话，精神有问题吗？像是要杀人的眼神，这家伙是疯子吗？你赶快逃走！你走开！你个神经病！真他娘的倒霉，约炮都能遇到变态。来人啊！开门！来人！你跑什么？你别过来啊！我学过功夫的。先从手开始，还是脸开始？你不要担心，我的临床实验成绩一直是 A+，不会多切你任何一块肉的。英俊哥，我有点难受。啊！
但是不重要，我还能喝。我是伟大的我在这边。成年人。很快就到了，你稍微控制一下自己，别昏过去。今天的气氛蛮不错的，还要去下一场嗨吗？开什么玩笑，要累死了。那今晚去你那儿。好呀。这是怎么回事？死人了！英俊哥，我没事啊。现在好点了没有？美女，我好喜欢你的眼睛，黑黑的，真好。不像我这样，我是蓝色的。我是林默，不是刚才那个女人。真好啊，真好看。刚刚那个也不是女人，真是醉得厉害，一见面就醉成这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放纵了？我记得她以前啊，是我的小可爱啊！嘿嘿嘿嘿，你去哪儿了？我找你找了好久，我找了每一个地方，学校、家里、那棵树，还有我车道那里，我还以为你死了，你让我好担心啊！英俊哥，那个老赵，你说什么？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太过分了！啊，我怎么了？好了，我知道了，是我的错，你不要哭了。我喜欢你的眼睛。又来了，把我看成那个伪娘，你再胡闹下去，我就走了。你干什么呢？亲一下我才不算亏，难得遇到一个对我胃口的。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我这都是你的错。风吹的头好疼，昨天忘记关窗了。我家里有落地窗吗？昨天和他们庆功，然后喝多了，林默也在，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记不起来了。好像
还有个长头发的女人。哦，大概是和那个黑发的妹子回家了吧。年纪大不能再这么胡闹了，要是被小家伙知道，会学坏的。我去，什么样的女人会住这么豪华的房子？难道是白富美？完蛋了！啊！为什么睡在我旁边的人是他？昨晚发生了什么事？让开！美女，你的眼睛真漂亮。你在向我搭讪吗？我这个是大直径美瞳了，要不要试一试？你该不会是推销员吧？那你介意我去你家给你推销吗？那你可能要推销一整晚哦。小帅哥，你就打算这么坐着吗？陪陪我们嘛。我真的不会喝酒。等我一小会儿。走开，走开！一群饥渴的家伙，让我看看我家小孩有没有被人占便宜。英俊哥，你醒醒！英俊哥，英俊哥。我在想什么？对自己兄弟下手的话，我还是个人吗？清醒点。所以后来呢？然后我们两个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感觉下面不太对劲啊？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太糟糕了！我不会真的对他下手了吧？不会的，不可能！等一下，完蛋了！不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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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我这辈子再没有节操，都不会对弟弟下手的。只能确认一下了。到底还要多激烈？啊！你在干嘛？啊！我看你穿这么少，怕你着凉。怕我着凉还掀被子？你不会是在检查昨晚的痕迹吧？怎么可能？你把哥哥我当成什么人啊？你昨晚可是一直缠着我呢。缠着你？不会真的？老大，你去哪儿了？快回来取理，出大事了！挂了？怎么回事？我得赶紧回去。我的衣服太臭了，借你衣服穿一下。
英俊哥，你的手机又响了，要我送进去吗？你别进来，我自己拿。哦。在这里。被讨厌了吗？我先走了，回头再联系你。要我送你吗？你对这边的路也不熟悉。不用了，我叫个车就好了。得救了！哎呀，我这个糊涂脑袋，干脆都忘记不就好了？为什么又想起来了？昨晚上果然是干了蠢事，太尴尬了，简直不知道怎么面对他。要是没喝酒就好了，对不住可怜的小家伙了。算了，以后再想办法跟他解释吧，还是先解决当下的麻烦。哎，等等，怎么是个男的？我真是净干蠢事儿，这回麻烦了。太夸张了吧！哇，好有钱，居然真的穿了套房子在身上。这种人来我们学校干嘛？这不是前阵子在学校门口出车祸的那个女生吗？太血腥了，她都不会害怕的吗？她生前做过遗体捐献，所以就这样血淋淋的送过来了。我看不下去了，这画面太恐怖了。你休息一下吧。就算是天天泡在实验室，遇到这种情况也太离谱了。林默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林默，我知道你是谁。啊？你知道我是谁？我们走吧。尹才哲，20岁就取得了克莱登大学犯罪学博士，到 M 国联邦调查局接受训练，目前是 H 市的刑侦特调组组长。你今天来是为了在酒吧被杀的那个伪娘吧，师兄？连我曾经在这所学校就读的事儿都查到了，看来你是早有准备。我一向不喜欢做没准备的事情。这小子不对劲儿啊！明知道我来调查他，还这么冷静，一点都不像个乳臭未干的学生。想从他嘴里审出什么，恐怕很难。搞得连我都好像在他计划之内，真让人心里不爽啊！真是个难对付的家伙。不过，我跟你恰好相反，我就是喜欢做有挑战的事。你现在涉嫌一起刑事杀人案件，请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对不起，大蝶老师，但我实在忍不住。我昨晚喝的太多了，实在是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过，就算我记得也没用，毕竟我当时意识不清，不具有主观判断能力。监控录像记录了你和林默是最后接触死者的人。伤人的瓷片上有林默的指纹和血迹，他和受害者生前发生过冲突，至于到什么程度还不清楚。虽然法医的初步判定是非外伤死亡，但检方至少也会以故意伤人罪起诉他。
林默现在是第一嫌疑人，最少要被监控48小时，除非法医那边拿出更有力的新证据。老大，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你的宝贝弟弟现在很危险啊！我再想办法了，可惜还没想出来。等法医报告吧，没有证据，就算是警方也不能随便定罪。老大，虽然你也是嫌疑人之一，但是我对灯发誓，绝对相信你是无辜的。可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呀？你成了涉案人员，组里没人管，大家全都乱套了。上层怎么说？大概是要派新的组长过来。酒后误事。听说特调组的老大已经来接手了。特调组？又是闵才哲，那家伙成天跟我过不去，跟小学生一样，为什么偏偏选他？放心，我们几个都是你的死忠粉。绝对不会因为他又有钱又帅就叛变的。听起来分明就是已经叛变了。不好，林默现在跟闵才哲在一起。应该是这样。他危险了，我得赶快过去，不能让那个疯子来审林默。他可是有把嫌疑人打进医院的劣迹，这个疯狗。老大，你的脖子，小草莓。还有，这件衣服不是林默的吗？昨天你又在他家，难不成你们骨科啦？对，骨科？骨科就是胡说什么？满脑子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是我弟弟，这件事绝对不许对别人说。老大，你脸好红哦，这可不像纵横情场的你哦。难道昨晚解锁了新世界？感觉怎么样？像话吗？一个女孩子说这种话，看来真是我平时太惯着你了。赶紧去写法医报告。什么也听不见，小家伙不会被屈打成招了吧？乖乖认罪，不然我杀了你！姓闵的，你给我出来！开门！再不开门，我就撞门了！英俊哥哥，我的天！像受伤的小动物一样，太可爱了。这疯子有没有欺负你？打你了吗？有没有咬你？要不要打狂犬疫苗？都是狗吗？就算对我印象不好，也不至于夸张到咬人吧？我没事的。喂，你刚才不是这样，也太会装了吧？这委屈巴巴的模样，分明就是被欺负了。他虽然有点凶，也没对我怎么样。小时候就是这样，受了委屈也不会说出来。果然还是我家那个可爱弟弟呀！哼！法医报告。法医在受害者的耳后静脉附近发现了针孔，化验结果显示，死者生前被注射过超过10毫升的高浓度酒精，死亡时间是当晚的11点，也就是我和林默离开后的半小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0.50%就是致死量，如果是注射的话，几分钟内就已经死亡了，时间对不上了。没有证据，你申请不了逮捕令，赶紧放人！如果在他身上发现什么伤口，我一定让你爬着出去。但是现场伤人的瓷片上有林默的指纹，不管怎么样，他也摆脱不了嫌疑。拿反了，你慢慢看吧，我们走了。等一下，我有话跟你说，你让他回避一下。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你第一天认识我吗？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废话？你不是常说……英俊哥，我们走吧，不要听他的。闵才哲这个人真讨厌，要是能消失掉就好。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这么愉快地看着尸体的照片。死的不是我，我不应该庆幸吗？你至少应该有基本的同情心吧？对不起，那种多余的东西我没有。也对，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对别人有一丝怜悯？还是说，杀死他们的时候令你更兴奋？冷酷、情感肤浅、自我控制不良，典型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加上间歇性精神分裂，哼，你应该感谢你的主治医师，否则你一定会被判死刑。警官先生，不要太早下结论。我再说一遍，人不是我杀的。犯罪者是会撒谎的。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推定被控告者无罪，这是司法机构的基本原则。看来师兄对我存有偏见，是什么原因呢？让我来猜一猜。昨天晚上接到警讯之后，你应该第一时间赶到了案发现场，除了搜查证据，还连夜看了监控录像。这么狼狈的一夜，却为了我大早上换了套新衣服。像你这样刻意展现个人魅力，到底算求偶行为，还是防御机制？放屁！什么求偶行为？你当我是动物吗？所以你在监控里都看到了吧？我和英俊哥做了什么？我警告你，你最好离英俊远一点。你别忘了，要不是你当年失忆的缘故，杀害英俊母亲的凶手不会直接逍遥法外。注意你的用词，那也是杀害我母亲的凶手。你是在责怪一个受害人因为 PTSD 而失去记忆吗？如果我记起来了，什么？你恢复记忆了？没有。敢耍我？但是只要英俊哥想从我这里挖出凶手的信息，就不会让我离开他。你知道亲眼看着母亲被杀害的感觉吗？要不要试试？我可以帮你。没有这样的自觉，就不要试图用下半身喜欢他，因为你不配。你那些花哨的衣服和廉价的手表吸引不了他。光明从来不能救赎黑暗，只有黑暗才能互相包容。别天真了，混账小子，居然不知不觉地被他绕进去了。有过那种经历，怎么可能成长为无忧无虑的人？是我把他想得太简单了吗？你做不到和他站在一起，我可以。狗崽子！居然敢说我的全球限量路易莫奈特是廉价货，气死我了！哦，不是有话对我说吗？无论如何得让他知道林默那小子多么危险。我查了这几年的资料，关于林默，5年前他突然失踪，而他父亲，林氏医疗的最大股东，竟然没有报警，反而将消息压了下去。够了，这些我早就知道。大家吃饭各凭本事，你不会以为警局除了你都是尸位素餐吧？他失踪以后，我尝试过各种途径打听消息，无论是哪条道上的人，都对这件事守口如瓶。我甚至曾经怀疑是他父亲动的手，直到2年前他重新出现，以最高分进入国会山大学。可是从那时起，他身边就围绕着各种死亡案件，车祸、自杀、殉情。我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多巧合，一定有人故意在他身边制造死亡。有人？就是他在制造死亡吧？偏袒，这就是赤裸裸的偏袒，嫉妒使我质壁分离。你难道一点都没有怀疑过他？不然为什么一直调查他？该死，明明否认的话就要说出口，却都在嗓子里。我真的一点怀疑都没有过吗？这么多问题摆在眼前，怎么会没有怀疑呢？
我知道他对你来说很特别，但如果你只是把他当做弟弟，就不要露出这样让我嫉妒的表情。我对你……别用你哄女人的那套，我也是男人，听到这种话只会让我起鸡皮疙瘩。你根本不符合我挑选对象的标准。你的标准是什么？真的就这样上交警官证件了吗？没办法，调查期间涉案人员还是要避嫌，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也好好休息休息。小家伙在为我的事情担心吗？好可爱啊。说起来这件事全都是我惹的祸，要不是我喝醉了，也不会害得你今天不能回学校。你不要生我的气就好。没有，不存在的，我怎么会生哥的气？哥一定很想自己去调查这个案子吧？虽然嘴上打着哈哈，但还是露出了很惋惜的表情。被他注意到了吗？真是体贴的小家伙。知道哥为什么考警校吗？为了查伯母的案子。因为我不喜欢努力啊。像你一样一直努力学习，考上一个顶尖的名牌大学，对我来说太辛苦了。我没有这样的耐力，倒不如靠体力考警校来的轻松。读书是这样，工作也是这样。我这个人没有长性，什么事都坚持不到最后，所以谈恋爱也是这样，很容易就分手了。既然了解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就干脆不要抱有什么责任感，轻松的活着吧。啊？糟了，我是不是说的太过分了？你不会觉得哥是个差劲的人吧？哥是个骗子，我不喜欢你欺骗我的样子。哎，看来真的长大了。你小时候不喜欢，从来不会说出来的。那哥喜欢我现在的样子，还是小时候的样子？这小子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有魅力？糟糕，我在心跳什么？傻小子，你是我弟弟，我当然是都喜欢啊。那要不要和我交往看看？哎呀，真是的，怎么突然说这些没头没脑的话？这该死的暧昧气氛真让人抓狂！不要给我乱七八糟的期待啊！对我来说并不突然，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5年前就这样问你，或者更早。明明是我先出现的，为什么英俊哥却总是选择别人呢？难道是我不够好吗？这伤脑筋。你的问题就在于你太完美了，高学历又聪明，不爱打扮却很惹眼，算是帅而不自知的家伙。又是有钱人的独生子。最重要的是，那双漆黑的眼睛像小鹿一样可爱。被他这样看着，我钢铁直男的心都要化了。这样的人谁会不喜欢呢？可是我，要是女孩子就好了，或者是大雕萌妹也可以。我胡思乱想什么？真是疯了！非要我说出我只是把你当弟弟这么俗套的台词吗？可是不斩断他的念想，最终受伤的还是他。我不想伤害他，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好？小傻瓜，并不是我总选择别人，我也有我的要求，你不在选项之内。那现在开始把我加进去。喂，不是应该问问我要求是什么吗？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这不是一个可以打商量的事。如果一开始可以喜欢你，
我早就信。我不想在你嘴里听见不喜欢我的话。从现在开始，你每说一次，我就亲你一次，一直到你说喜欢我为止。英俊哥真的全都忘记了吗？我们可是曾经做过更过分的事情。更过分的事情？你干嘛？别过来！再来我真的生气了。看到我新买的小说了吗？突然找不到了，明明摆在桌子上，会不会忘在休息室了？哦。手机号应该就能搜到我家小可爱的账号吧？1998。他不像是会用其他方式注册的样子。搜索，果然是他的行事风格呢。这个时间加好友合适吗？该不会已经睡了吧？明明发生过那样的事，还向我表白了，现在主动加好友，会不会让他误会？但是我那么凶地推开他，好担心他会偷偷伤心。搞什么，混小子！哎，我真是个罪人，我怎么可以欺负那么可爱的孩子？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你既留在我身边，又不伤害到你？啊，这样想好自私啊！清醒一点，太英俊，你怎么变成这种贪心的人了？好痛！啊！发出去了，取消还来得及吗？啊！我真是笨死了！自卑型犯罪者吗？害怕成这样还要做坏人，你真的很矛盾。别过来，求求你，放过我！为什么不提前了解一下我呢？陷害的话，至少现场要做得像样一点，漏洞百出。我们做笔买卖，你告诉我是谁让你来的，我也分享一个秘密给你。是。跟那家酒吧有关的所有人的资料都在这里面了。跟有钱人合作真愉快。凶手通过耳后静脉对受害人注射高浓度酒精，致使受害人在短时间内因酒精中毒死亡。耳后静脉的位置与发际线相连，位置隐蔽，连法医初查的时候都没能找到针孔。能想到用头发掩盖注射位置，说明凶手非常了解人体结构，有一定的解剖学知识。如果不是林默的话，还会有谁？酒吧来往的人社会关系复杂，想找到嫌疑人如同大海捞针。这辆车！居然是那个撞死女大学生的逃逸车辆，案发当晚恰巧又出现在酒吧外面，难道他一直跟着林默？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林默的话，凶手为什么要搞这么多事？杀人、陷害，除了复仇，我想不到其他的理由。为什么？凶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要查到车的主人，一定会有答案。理财者警官已经拿到你杀人的证据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可以去毁掉证据。
可恶！为什么会这样？连警察都敢动，太肆无忌惮了！我一定不会放过他。这个案子太危险了，你不能就这样暴露在外面。从今天开始，你住到我家，有我24小时保护你。詹姆斯·范伦认为，心理变态是3种因素互动的结果，3种因素就像是凳子腿一样，支撑着他的理论。额眶部皮质，以及包括杏仁核在内的前额叶皮质功能低下，基因出现多处高危病变，童年早期受过精神、身体或者性虐待。我们先天基因决定了个性的80%，而后天因素掌控了其余的20%。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成为心理变态的可能性。而拥有变态基因的詹姆斯·费伦，通过母亲后天的培养，改变了成为一个犯罪者的命运。最近新出的动画看终于下课了。不知道累死了，什么都不想做。林默，你过来一下。我听说你最近没有继续接受治疗，为什么？已经不需要了。你知道我向来主张变态型人格是可以被治愈的，你对我来说意义超过任何一个实验案例，我不希望你轻易放弃。那些药，派博赛嗪、伍佛利多，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思维迟缓、嗜睡，还有轻度的性功能障碍。我想保持清醒。发生了什么事吗？那些人又来骚扰你了？你打算怎么办？需要我的帮助吗？不必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我逃避了太久，这一次，我要变成狩猎者。反社会型心理变态患者无法具有感情，也正是因此，一旦情感出现，他们反而超乎寻常的敏锐。这种情感可能是一剂良药，也可能是致命的威胁。是因为他的出现改变了你吗？说好的住到我那儿，结果还是跟着过来了。多么奢侈的房子啊！我工作这么久还住在平南区，这都是什么人间疾苦？哥就不要租房子了，这栋房子是妈妈留给我的遗产，很多年都没有人住过。自从我妈妈走后，我一直不太敢来这里。哥愿意陪着我真是太好了。这些年他依旧走不出那时候的阴影。明天你早上有课吗？要早起的话就不用陪着我了，早点休息，整理完我会自己去睡的。读物学，这也是你们专业范畴之内的吗？只是一时兴起，拿来看看。一时兴起？他也在研究酒精中毒吗？不如我带你去看看房间吧。我一个人住这间屋子也太大了。英俊哥说要保护我，难道不是要贴身保护吗？什么意思啊？当然是和我睡在一起。睡在一起？真的要一起睡吗？虽说是2个大男人，但毕竟有过那样的事，也太尴尬了。要关掉床头灯吗？我怕开灯你会睡不好。不然我还是住隔壁吧，我看这里还挺多房间的。哥如果还是介意我那天在咖啡厅说过的话，就不要勉强自己。和坏人比起来，我更怕看到哥讨厌我的眼神。关灯睡觉。好疼！
不要，不要！好疼！不要，不要！打完这一针，你很快就能安静下来了。我不要打针，让我离开这里！放开！不要碰我！快拿开！林墨，你醒醒！林墨，去死吧！去死！林墨，醒醒！我是你哥哥。林墨，你醒醒！我在梦里做了什么？不是的，是我半夜不小心摔下床，自己撞伤了。你好好睡吧，我就在你旁边守着。哥，还不睡觉？学会撒娇了吗？哥会害怕我吗？别小瞧哥哥我哦，我在警校体训可是最高分，3、5个人都打不过我。以后有我在你身边，你不用担心闯祸了。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他看到我就吓得晕了过去。林墨，我头好疼。哥，我们回家吧。当时英俊哥情况不太好，我担心他会脱水，就先带他回家了。按照凶手陷害林墨的手法来说，我们离开前，他一定也在洗手间内。可是洗手间外面的监控显示，除了你们，前后都没人进去。凶手用什么方式离开的？受害人在我们离开后半小时才死亡。一间酒吧的洗手间会这么长时间没人进出吗？哇，你们果然心有灵犀，这一点老大早就想到了。小梦，我让你查的怎么样了？我找到了。老板说酒吧本来有2个洗手间，其中一个经常堵塞，他找维修人员把旧的管道都换掉了，最近刚修好。所以在我们之后，有人把维修牌放回去了，直到受害人死亡后才被拿走。有2种可能，一种是激情杀人，一种是我们闯入了对方的计划之中。我相信洛卡德园里一定有线索还留在现场，我还是得再去一趟那家酒吧。闵才哲那边怎么样了？找到袭击他的人的线索了吗？肇事车是拍到了，但车牌是假的。桥下确实有监控，可肇事者的位置被车挡住了，没能拍到。医院还是要派人盯着，对方如果知道闵才哲没有死，会去找他的。上面专门派了个新警员去陪护，听说是这届毕业生里体训成绩最好的。闵组长醒了，闵组长醒了。让开！有人偷东西！嘿！妈的，小兔崽子！你以为你是警察吗？多管闲事！
我就是警察。警察了不起啊，还不是跟我一样是个穷逼。我不仅要做警察，未来还要做警察局长，选国家首脑。哇，大哥哥好厉害！努力改变这个世界。你他妈神经病啊！闵组长醒了。闵组长，你醒了。有鬼！闵组长，闵组长，你醒醒啊！身体上恢复的比较好，但他脑部受到袭击，请不要给他太大的刺激。放心，我会誓死守护闵组长的人身安全。你就是新来的那个警员，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充满了阳光的气息和满满的正能量。我叫沈丧，丧父丧母的丧。喂，110吗？我要报警，这里有个神经病。我怀疑有人混进了警局高层。你发现了什么证据吗？内部问题可不是闹着玩的。不然为什么派这个危险的小子在我身边？肯定是想杀我灭口啊！去！你自己发疯吧，我走了。别走，亲爱的。袭击我的家伙抢走了线人给我的名单，上面是关于那家酒吧的来往人员。我现在是半个瘫痪，调查的事情就只能靠你了。资料上有问题。我发现了一辆厢式卡车，就是那个肇事逃逸案的车。你好，以后多多关照。我有可能是未来的警察局局长哦。哼。喂，小子，你这么没礼貌会被打的哦。林先生好。去忙吧。是。哦，看来你是个大人物，那也不能没礼貌。不知道有跟人家回礼吗？医生慢走。你小点声，这里都是重症病人。对不起。你明明看到袭击你的凶手了，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太组长，让他抓人就好了？还去查什么？没有脚需要穿鞋吗？不用呀。所以你没有脑就不要思考，把手机给我拿过来。组长小心！多亏我眼疾手快，组长真是太让人操心了。上面派我来保护你的个人安全，那我们两个就是一个 team， 你做什么之前得通知我一声，你要有团队精神。闭嘴，话这么多。你硌到我了。我是年轻人嘛，就是这么让人惊喜。如果你的朋友可能背叛了你，你会怎么办？我没朋友。问你真的是多余。也许可以照计划行动了。这到底是什么？小梦，你去查一下案发当晚酒吧周围的停滞的车辆，找辆 DAF 的厢式卡车，记得不要打草惊蛇，发现痕迹先跟我汇报。明白。哥跟闵组长看起来关系很好，我要吃醋了。我跟他不是那样的关系，我们两个算是朋友吧。他虽然性格冲动，却是个莫名有正义感的人。刚进警局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出于私人恩怨，为了查我妈妈的案子，所以不让我跟凶杀案件，害怕我一时冲动惹麻烦。只有那个家伙，竟然当着大家的面训了队长一顿。责难受害者的孩子没有成长成你们想要的善良又爱好和平的模样，难道不是你们无能抓不到凶手，才让他变成这样的吗？有时间在这里叨叨，不如去把凶手抓起来。我还要去抓人，不奉陪了。一群虚伪的家伙。那次之后，他成了反面人物，局里的人都讨厌他的傲慢，
逐渐淡忘了我的事。糟糕，你说完之后我更嫉妒了。他和哥还有这样的回忆。告诉我是谁让你来的，我也分享个秘密给你。我不能说，他们会杀了我。我只是个小人物，他们派我过来盯着你。我只有这个了。你真那么厉害，自己就能找到他们？衔尾蛇。连通风口都这么干净，有人刻意清理过。闵组长他们调查之后，酒吧叫过保洁公司清理现场，基本上找不到痕迹了。关灯吧。受害者割伤处血清素浓度上升，自由组织胺大量增加，说明他在被割伤时还活着。但地面上血迹的分布情况，受害者显然没有挣扎的痕迹，凶手可能用药物控制住了受害者。高浓度酒精注射会在注射点产生局部坏死，影响输液效率。挑选远心端注射，倒不如直接将酒精注射在心脏位置更方便。凶手的目的和他的行为南辕北辙，简直有点蠢。对于某些连环杀人凶手来说，杀人并不是目的，他们的目的往往是欣赏杀戮的过程，以满足变态的心理需求。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法医报告上并没有写注射点坏死，而且切割伤处痕迹规整，看来凶手对尸体肤表有特殊的执着。那酒精的作用是什么呢？掩盖死因，比如隔离苯尿和二甲双胍与酒精同服，会引起低血糖休克甚至死亡。但这种症状会被醉酒反应掩盖。这个血迹也很不合理，如果切割处在动脉，墙上会有血液喷射点；如果只在表皮，不会有这么大的血流量。可惜不能直接检查尸体。这是中央空调的管道图，这里通向的每一个出口点，闵组长他们都查过了，全部被人清理过。死亡时间和尸体被发现的时间相距不过几分钟，来不及爬到更远的地方。最近的出口是旁边的女厕所。去看看。在受害人活着的时候折磨对方，让他一点点感受死亡，却又不能挣扎。凶手享受这种绝对压制的感受，就像上帝审判人类。这绝对不是他的第一个案子，手法和思路都太成熟了。对于这种反社会型连环杀人凶手，往往会有重回现场欣赏自己成果的行为。不出意外的话，只要这家酒吧重新营业，没多久凶手就会混在人群中回到这里。那是什么？我上去看看。警察，你给我站住！东西在口袋里，我只是用它赚点小钱而已。女厕所里放针孔摄像机，混账小子这么下流！不是他不是心理变态。哎，能看出来的吗？不过这东西说不定能给我们提供新的线索。交给我们吧。老大人呢？老大，都搞定了，你躲在这里干什么？林默呢？车里呢，他不喜欢烟味儿。看来你们夫妇生活过得蛮和谐嘛。你现在的样子就像背着老婆偷偷抽烟的丈夫。真的这么狼狈吗？听上去有种浓重的中年大叔的味道。这不叫狼狈，这是幸福的偷懒。以前你的女朋友哪管得了你吸烟，他们巴不得天天哄着你，但总觉得你的心思不在他们身上，从来没见过你像现在这样这么在乎对方的感受。你这个比喻就很有问题。弟弟和女朋友怎么相提并论？老大，你再这么自欺欺人，我都要看不下去了。林默可没有拿你当哥哥的意思，再逃避下去，小心真的伤人家的心哦。我还要磕 CP 呢。打住，越说越离谱。那辆厢式卡车查到了吗？网络侦查科的人查过所有相关路段监控，一点痕迹都没有。
简直就像幽灵一样，凭空消失了。肯定是数据被人抹掉了。难道真的被闵才哲说中了？内部有人在搞鬼？这个案子要尽快查清，不然凶手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继续作案，还会有新的受害者。确定是连环杀人凶手？以对方处理现场的方式来看，一定不是初次犯案。只是我想不明白，这件事和林墨之间有什么联系？凶手为什么要陷害他？也许和林墨有积怨。得调查一下林墨的社会关系。这事还是我自己来吧，我在他身边比较容易展开工作。先走了，明天我弟弟还有课。连烟都不要了，体贴的要命，还死鸭子嘴硬。又回来了，停药之后附带的赠品，幻觉。我的时间不多了，不尽快把杂碎们解决的话，又要被迫和英俊哥分开。案子的事儿怎么开口比较好？毕竟闵才哲已经审过一次，追问的太紧，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他是用什么方法一眼就认出谁是心理变态的呢？难道心理障碍的患者之间有什么感应，所以让他被一群特殊的人盯上了？这种特殊的人大概会有个组织的吧，就像互助协会之类的。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问他是不是被邪恶组织骚扰了，搞得像小说看多了一样。我好歹是个成年人。我不能再失去他，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怎么回事？突然间力气好大，没办法挣脱。我是不是看起来像个女人？不会，哥抓那个人的时候很有男子气概，我都要被迷倒了。最近怎么总是男人对我说喜欢，搞得我都开始怀疑自己的磁场问题了。英俊哥一上车就这样诱惑地盯着我，我很难控制住自己。哥如果不拒绝的话，我可能会做出更过分的事。好热，本来想说的话全都被打乱了。虽然组长有矫情有龟毛，脾气不好，还喜欢骂人，总是阐释别人做这个又做那个，求别人的时候一点好脸色都没有，除了长得帅一点优点都没有。但是我这正直的人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他呀。毕竟是我职场的第一个任务，我还没来得及尽职尽责，组长就死了。我的职业生涯刚开始就这么毁了，李丽娜可能觉得我靠不住，以后再也没有重要的事交给我。我的一生就在默默无闻中埋没人生理想的无法实现，最后废话太多了，过完晚年生活。我也不喜欢这种气氛，我们走吧。你动作快点，你属乌龟的吗？长这么大只一点力气都没有。组长，这不能怪我，是你该减肥了。找死啊！我可是每餐都严格控制热量，每天坚持健身2小时的人，分明是你平时训练的时候偷懒，身体太虚了。可是你已经在床上躺了1周，肌肉摸起来都软软的。你给我闭嘴！你坐过来干嘛？开车呀！因为撞车驾照被吊销了，要不然我们找代驾吧。我要被你这蠢货气得心梗了！我上辈子到底做错了什么事，要派个傻子来折磨我？咬死你算了，同归于尽吧！英俊，你怎么在这儿？林墨发现病历有问题，我就猜到了你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假死？你知不知道，凶手一旦得知你这个唯一的目击者死了，马上会恢复作案，很快会有一个人因为你的消失而受害。我也没办法，这是上面的安排。调配新任务之前，我要洗清身份。上面怎么能在这种时候把你调走？这个案子怎么办？该查的都查了，我又没看到凶手的脸，就算我留下也没有什么用。现在这个案子已经不在我管辖之内了。什么狗屁命令啊！这是特调组的事，
无可奉告。我难道不了解吗？警局里谁能命令得了你？要不是你现在不能动，我真想打醒你。什么任务比一条人命更重要？这世界上总有比一条人命更重要的事。你总是只关注眼前的正义，难道所有警察都像你一样仁慈，天天陪在变态身边，就不会有罪案发生了吗？你能盯住一个林默，盯不住所有人。仔细看看你的宝贝弟弟吧，反社会型人格是没有感情的，他们伪装的充满魅力，多情无害，但时刻在等待着作案的机会。这是来自基因的诅咒，你救不了他，只有法律。真是混蛋！太组长，不要太过分，不然别怪我不客气。记住你今天说的话，我一定会在凶手作案之前逮住他。我会用事实证明，你理论都是狗屁。警局内部出了问题，所有证据都被人毁了，没有新的案件，你就是抓到凶手也没办法起诉。不劳你操心，运财者，我对你太失望了。局长让你在我这里躲几天，等身体恢复了再执行任务。我这里虽然有点乱，但是很温馨。你这里是狗窝吗？这么直白，毫不掩饰的嫌弃。这还是人类能待的地方吗？赶紧给我打扫干净！今天太组长好像真的发火了，你要不要跟他解释解释？轮得到你来教我？我其实是觉得太组长说的蛮有道理，不应该让那个凶手逍遥法外。我懂，像你们这样的资深探员肯定早就有了周密的计划，准备放长线钓大鱼，将他们一网打尽。组长长得这么衣冠禽兽，绝对不会纵容犯罪分子的，我100%信任你的人品。文化沙漠呀，这小子非要这么组词吗？我对你的信任一点都不感兴趣。太英俊是不会因为我说了什么就改变对林默的态度的，他们的关系并非那么简单。10年前，有一个号称心灵捕猎者的连环杀人凶手，专门以情感受挫、精神濒临崩溃的女性为目标，利用催眠诱导受害者自杀。太英俊的母亲就是受害者之一。英俊的父亲是个外国人，和他的母亲在酒会上结识，两人一见钟情，很快闪婚。可惜没过几年，他的母亲就被抛弃，随即精神也出了问题，重度抑郁、酗酒、自残，时常不知所踪。突然有一天，英俊的母亲恍惚地回到家，告诉儿子自己又怀孕了。他甚至不知道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无论母亲如何憎恨厌恶这个孩子，太英俊依旧将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弟弟身上，希望他能够快乐地长大。可英俊的母亲却在捕猎者的诱导下，带着弟弟自杀了。受到了极大刺激的他开始疯狂寻找捕猎者的消息，追踪凶手的踪迹，直到在火车道上救下了林默。就像 Harry F. 哈罗的恒河猴实验中紧抓住绒布的小猴子。对于太英俊来说，弟弟是缺失母爱的替代品，林默是死去弟弟的投影，终其一生都无法逃过这份心理的桎梏。我最担心的是，像林默这种善于操控别人的心理变态，很容易便发觉他的弱点，利用这个来控制他，逼他走上绝境。可林默看起来不像是那样的坏家伙。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的过去。捕猎者的最后一个受害人是林默的母亲。那起案件之后，捕猎者便消失了。很多专家对他进行过犯罪侧写，除非捕猎者已经死了，只要还能开口说话，他就无法抑制杀戮的欲望。在众多猜测和评论中，有一个匿名帖子突然火了起来。他自称是捕猎者的狂热粉丝，认为林默作为唯一的幸存者，对于捕猎者来说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很可能他就是捕猎者为世人留下的继承人。心理变态还需要继承吗？他当这个是皇位吗？在很多犯罪者的心里，杀人如麻的捕猎者是精神领袖，就算自欺欺人，也宁愿相信捕猎者将世代传承下去。林默作为一个被万众期待成为坏人的心理变态，你觉得他变成好人的几率有多大？我不知道，但总归还是有可能的吧。话说组长怎么对他们的过去这么了解？平时多去档案室里翻翻资料，别总是张嘴等着别人教。我饿了，我来做饭。我一定要把你从特调组踢出去！有我没你，有你没我！
哥。怎么睡在这里？小心着凉。我实在是太累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今天去了受害人的公司，被他们赶出来了。先生，没有证件，您不能进入。他们跟我要警官证，我没有。可是想要拿回证件，我就要复职，要复职就要破案，去破案又要拿出证件，简直是死循环，头疼死了。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国外旅行？刚好我这阵子没有课。为什么突然要去旅行？我不想看你那么辛苦。哥之前不是说趁着休假好好歇一阵子？我觉得是时候学习一下民警官，放下与自己无关的案子。你怎么会说出这样冷漠的话？就连你也觉得别人的生死与己无关吗？糟糕，一定是和姓闵的吵架的后遗症。我居然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仿佛在责问他一样。他和闵才哲不一样，他对别人的情绪是没有感知的。我这样说一定会刺伤他。快说些什么解释一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毕竟我也涉及其中，不应该。不用紧张，我没有同理心，也感受不到受伤和难过，哪怕对方死在我面前，在这里都毫无波澜。但这是与生俱来的，并非我刻意寻求，我改变不了的。我的人生像一个被蒙住双眼的人，看不到周围的色彩，孤独地行走在世界上。那家伙好像有点变态，居然就那样无动于衷地把女生丢在那里。这种人好可怕，三观有问题，离他远一点。精神病人很危险的。变态，去死吧！看到他就恶心。我看过太多虚伪的嘴脸，那些人口口声声说着盲人应该得到谅解和关爱，转头却露出一份嫌弃的嘴脸，咒骂瞎子为什么出现在自己身边。只有英俊哥是我唯一能看到的光和希望。是我的错，我不该那样说。无论如何，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可是哥哥不是一直在逃避我吗？不管我说多少次，哥哥都无法相信一个具有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人可以爱上你。原来他纠结的是这件事。再逃避下去，小心真的伤人家的心哦。果然还是我逃避的态度让他误会了。我只是担心像我这样三心二意的人会伤害他，毕竟在感情这件事上，连我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讲实话，如果是林默的话，在一起也不是不行。也许我可以尝试一下。尝试什么？哥不说得清楚一点，我会误会的。为什么偏到这种时候开始迟钝？是故意的吧？好丢脸。那个，我们交往吧。我不愿意。我被拒绝了。英俊哥一直以来交往的都是女孩子吧？决定和我在一起，想必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可我不想哥哥为了安慰我做出令自己后悔的决定。怎么能是安慰呢？我们不是已经那样了吗？兄弟之间不会做那种事吧？对不起，因为我的事给哥哥增添了困扰，我会调整好自己，让我们之间回到原本的关系，不会再纠缠哥哥了。我以后睡客房。这小子说完就走掉了，完全不听人讲话的。明明是我被表白，怎么会有种被甩的感觉？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已经走了吗？林先生，这边请。饶了我吧，徐先生，钱我一定会还的。明天我就让我老婆出去卖，无论如何
一定会把赌债还给你，求求你了，求求你，放过我吧！卖老婆，人做到你这个地步，真是无耻啊！组织的钱怎么能让你白花？至少说点儿我们更感兴趣的话呀！这只手直接砍掉太便宜你了，还是一根一根剁掉指头更适合你。别闹了，像个疯子一样。我有事求你，哥。啊，真讨厌，来的真不是时候。你这小子总是没眼色，我正玩得开心呢。我差点就兴奋起来了，气氛全给你毁了。你不直呼我名字的时候，准没好事。怎么样，我亲爱的弟弟终于想明白了，看清楚了该站哪一边吗？我要见衔尾蛇组织背后的老板，其他的条件随你提。要知道，你不接受继承人的身份，组织里是不可能帮你的。那就是说，你接受了。欢迎回家，我亲爱的弟弟。真爽快。老大，衔尾蛇的那些人背后可是有教会撑腰。教会怎么了？你害怕上帝半夜来敲你家窗户？可是教会的神父是宋议员的弟弟，我们的赌场都靠宋议员在照顾，得罪他们恐怕不合适。啊，这么说来，那是应该尊重一下上帝。替我点个花圈，送到教堂去。花圈？您真的打算帮李默啊？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居然说出这种无情的话，太让我失望了。他可是我唯一的弟弟，我们是血肉之亲。如果他被人玩死了，那岂不是快乐加倍？真是的，还要来问多少遍？302的那个人不男不女的，每天晚上带人回来。我这么大年纪，成天听得的，像话吗？其他都不管一管的。幸亏没死在家里，不然连这里的房子都租不出去。见过几个衣冠不整的男人从他家出来，好像那天还有个女人。哎，社会宽容度提高了嘛，这种事是人家的私人生活，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不好意思啊，我要去上班了。这个人你们有印象吗？没见过，不知道。你说啥？你大点声，我能听见。我眼神也特别好使。林默这小子，从昨晚到现在一句话都没和我说，连个消息都没发，是在故意赌气吗？被拒绝的明明是我都没说尴尬，反倒是他先躲着我。老大，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这样下去，还没破案，自己先倒下了。我知道闵组长的死对大家的打击都很大，但是，饭还是要吃的。还是不要胡思乱想了，晚上回去的时候跟他好好谈一谈。偷拍的录像里只有单个隔间的画面，唯一能看到的只有缝隙中露出的一只脚，白色 TT 牌帆布鞋，估测码数是37码左右，看鞋码很可能是个女人。老大，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我记得受害人唐野的取向是男性吧？那个从他家出来的女人，你们调查过吗？闵组长查过了，是他的前妻，叫李玲，是新民银行的职员。那天是去找唐野要抚养费。唐野结过婚，还有孩子。
他不是……说是前妻也不是很准确，两个人其实没有婚姻关系，只是依靠私下协议共同抚养了一个孩子，确切的说，应该叫前任。也就是说，这个女人知道唐野的取向，还是决定跟他生孩子？倒也不是的，李玲是在抓到唐野和男人开房之后才知道真相。我们调查的时候，李玲情绪很激动，甚至对着警察扬言要去鞭尸，可见留下多大阴影。这么看来，他前任有足够的杀人动机。丑话说在前头，随便你们怎么处理，我绝对不会去认领尸体。我劝你们也别浪费时间和精力了，那种人死了活该，有什么好调查的？简直是浪费公共资源。他的脚目测还不到35码，但也不能排除故意穿其他码的鞋子混淆视听。唐野遇害的当天，你为什么去找他？之前不是说过了吗？我去要孩子的抚养费。为什么不打电话或者直接转账，非要自己跑一趟呢？哼，说什么天真的话呢？那种人渣，钱都花在乱搞上了。要不是我堵在他家门口，恐怕1分钱都拿不到。唐野还有其他的亲戚吗？没了，他的父母早在20年前就跟他断绝了关系，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介意我问一句吗？你为什么愿意和他在未婚的情况下生下孩子？这种事跟你们有关系吗？管太宽了吧。据我所知，唐野生前买了一份人身保险，受益人是你的儿子。你不会以为我为了保险杀了他吧？我那天整晚上都在家里，我儿子可以作证。哼，如果是我干的话，我一定先切了他的那玩意儿。至于孩子，告诉你们也没关系，反正他人都死了。怪只怪我当时太年轻，着了他的道。他有异装体嘛，这件事我是知道的。我们是在漫展上认识的，他是一个展台的 coser。刚开始觉得和他谈恋爱挺刺激的，还专门让他穿女装陪我去见朋友。没想到他不只是个变态，还是个弯的。他千方百计骗我说一定会跟我结婚，要我给他生个孩子。结果只是因为他有肾病，想要个孩子当肾源。这个人实在太无耻了。37码。叔叔阿姨好，妈，我晚上还有课，想吃点东西。没看到我在跟警官说话吗？自己去弄个泡面，别来烦我。我说到哪儿了？哦，说到孩子。笨手笨脚的，就会给人添麻烦，跟他该死的爹一个样。我还是去看看吧。烫到手了吗？我没事儿。我爸爸的尸体还没有人认领吗？这……妈妈说我的爷爷奶奶早就死了，这世上除了我，他再也没有其他亲人了。无论父母之间有怎样的恩怨，最受伤的永远是无辜的孩子。现在我也没有爸爸了。英俊哥哥，我没有妈妈了，他们都嫌弃我，说我是个怪胎，以后我该依靠谁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小默默乖，哥哥保证，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在你身边。英俊哥哥，要记住你说过的话，没有你，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毫无留恋。怎么突然想起林默来了？我来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有医药箱吗？在那里。林默这小子从小就喜欢黏着我，总是说离不开我，却3番5次把我推开。5年前的失踪是这样，昨晚也是这样，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幸好伤口不大，这样涂了烫伤膏很快就会好的。啊，这是……老大，你觉得这个李玲是凶手吗？不可能是他，他的手一直在颤抖，厨房又摆了很多酒瓶，明显是长期酗酒引起的周围神经损伤，根本无法完成耳后静脉注射这种精准的操作。倒是那个孩子，似乎还有秘密瞒着我们。忙了一天，终于回来了。
这女人是谁？为什么从林墨家里走出来？哼，林墨家洗澡，那个女人又刚刚出去，这种场面，怎么看都是像刚发生过什么的样子。该不会昨天才说要放弃我，今天就另觅新欢了吧？难怪上一次他表现得那么熟练，难道说已经身经百战？不过他倒是已经到了该交女朋友的年纪。糟糕，胸口好闷，觉得自己像是被始乱终弃了。英俊哥回来了，要不要跟我一起吃晚饭？哦，刚才出去的美女是你朋友吗？哦，我的意思是还挺漂亮的，怎么没跟你一起吃饭？哼，她呀。这个笑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都没见过？哼，他只是帮我送份材料而已。哥哥身上怎么会有股奇怪的香味？嗯，什么味儿？我怎么没注意？强烈的迷死的气味，微果香，应该是乙酸乙酯。那是什么？是一种香精，大多用在染料、药物和香料里。你身上的味道更像是化妆品。哥哥今天去见了女人吗？这句话应该我先问你吧，你到底跟那女人都干了什么？倒是都没有近距离接触。哦，唯一接触到的只有那个孩子。怎么回事？自从被拒绝之后，看他的每个动作都不对劲。他们两个认识？见过几个衣衫不整的男人从他家出来，好像那天还有个女人。这是这个月的伎俩，记得按时吃。啊，你是那天的警察叔叔？草酸艾司西泰普胺，又叫莱士普，是一种新型抗抑郁类处方药。你们两个得跟我回警局一趟。喝点水吧，我们只是例行调查，不用太紧张。你跟郑岩这个人是怎么认识的？郑叔叔是个好人，他一直在帮我。我妈对爸爸一直充满怨恨，她从来不允许我跟爸爸见面。直到1年前，我跟踪妈妈，终于找到了爸爸的住址。我天真的以为我们父子团聚是件好事，可是原来爸爸他从来没有想要见我，他也觉得我是个累赘。也许妈妈不让我见他，是为了我好。虽然听妈妈说了很多次，但真的见到爸爸穿着女性的衣服站在我面前，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从那之后，我发现自己对女性的衣服越来越感兴趣，有时候甚至想要偷妈妈的化妆品用。我害怕自己变成爸爸那样。妈妈说做那种事的人都是让人恶心的变态，可是我又控制不了自己的想法，实在太痛苦了。我讨厌自己，最后甚至想到了去死。是郑叔叔救了我，他想方设法帮我拿到免费的药物，每次吃药之后，我的情况就会好转。这1年里，他一直在默默帮助我走出自杀的阴影。难道说郑岩真的只是为了帮助李乐？他并不想帮李乐。抗抑郁剂不适合儿童和18岁以下的青少年。临床上来讲，莱士普反而会增加18岁以下青少年的自杀频率。郑岩故意诱导李乐，误以为自己的异装癖是抑郁症的表现，然后长期服用他提供的抗抑郁药物，陷入不断自杀的恶性循环，变得愈发好操控。这也太卑鄙了！他是心理变态吧？连个孩子都要利用，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不，他不是。有个人匿名送到警局一份资料，
是郑岩的个人调查资料。他不仅是医科大学的高材生，原来还是唐野涉及的强奸案件的受害者家属。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人送来的？都说是匿名了，人早就不见了。不是郑岩杀的。你说什么？哎，你去哪儿？不跟你哥打声招呼吗？奇怪，怎么感觉组长不在的时候，他就像变了个人？你知道郑岩作为医药销售，私下赠与处方药是违法的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能去医院。医生会通知我妈妈的，如果他知道我跟爸爸是一样的人，他一定会崩溃的。这些事情都是我爸爸的错，如果不是他，我才不会变成一个异装癖的变态。我虽然没有相同的经历，但我能理解你的感受，因为我的父亲也是个人渣，他不光欺骗了我母亲的感情，还偷走了她所有的积蓄。小时候我母亲也很讨厌我，因为我长得和父亲太像了，无论眼睛、发色还是外表，我越长大就越像他。每当母亲看见我，她就会想起她最憎恨的那个人。有天夜里，她甚至尝试杀了我，如果不是邻居听到我的挣扎声而闯进来，我大概已经死了。我花了很长时间抗拒我父亲给予我的一切，但却一次又一次绝望地看着自己做出和他一样的选择。我也曾经厌恶过自己，但是这些都会被时间抚平。我现在仍然在努力摆脱他的阴影。我相信我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可以让自己不成为父亲那样的人。我想你也可以做到。我真的还有机会吗？看看我，很多人帮助过我，警察、医生，还有朋友们。相信我，你可以摆脱心理上的阴影，重新变得健康阳光。对不起，我还是不能说。李乐显然知道内情，我觉得他在包庇郑岩。不过这孩子也怪可怜的，在这种异常的家庭环境下长大，很容易会产生心理问题。没有什么能毁掉下一代，除了上一代。林默说过，唐野当时因为受到惊吓，所以晕了过去。我怀疑唐野晕倒并不是因为受惊过度，而是药物原因。老大，检验科结果发过来了，你说的没错，唐野确实因为药物作用才晕过去的，他包里的药被人调包了。是什么药？青绿塞嗪。真正的死因也许是口服大剂量的青绿塞嗪引起的休克和昏迷。又是郑岩负责销售的药品。2年前弟弟自杀身亡后，你突然放弃泉州中心医院的工作，跑到 H 市做医药代表，并且以高出市场价1倍的价格租下唐野的隔壁。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想解释的吗？没错，我接近唐野确实是为了报复他。我弟弟被他性侵之后，患上了抑郁症，我母亲也因此病重，他应该为我所承受的痛苦付出代价，但这并不代表我就是杀人凶手。他死的那天，我根本不在本地，我在 B 市参加学术研讨会，参会的人都可以为我作证。你当然不是我们要找的人，我们要找的是一个20岁左右的男性，拥有能够压制唐野的健壮身体，具有偏执型人格障碍，缺乏自信，无法自己策划谋杀，所以需要你来帮他做计划的凶手。他对唐野同样抱有极端的憎恨情绪，想要通过折磨致死来给他施加和自己相同的痛苦。我说的对吗？所以你们找到这个人了吗？郑岩，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教唆杀人和参与谋杀同样是重罪，告诉我你的同伙是谁。唐野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他说谎无度，骗婚，滥交，性侵男性，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因为他的存在而饱受煎熬，难道不该死吗？我弟弟作为受害者，该白白遭受那么多年的折磨吗？太警官，我听说过你的事，换个角度来说，如果遭受这一切的人是你的弟弟，你作为一个警察却因为没有证据，不能将坏人绳之以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弟弟一步一步走向崩溃，你会怎么做？你作为一个警察却因为没有证据，不能将坏人绳之以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弟弟
一步一步走向崩溃，你会怎么做？我会竭尽一生和他们抗争，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世界上虽然没有绝对的正义，但我清楚，我和我的亲人需要的是让正义得到伸张，而不是依靠复仇让更多人陷入不幸。你想过你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如何承受再失去儿子的痛苦吗？患者多器官衰竭，病情趋于恶化，随时可能危及生命。我希望你做好心理准备。他已经听不见这个消息了。林先生，关于郑小杰的资料全在这里了。喂，英俊哥，医院档案里并没有为郑岩的弟弟开过死亡证明的记录。郑小杰2年前自杀身亡的消息是假的，因为对死者的极端仇恨造成的偏执障碍，曾经被性侵的遭遇也导致了他缺乏自信，情绪不稳定。为了复仇而强迫性增加锻炼，使得他虽然身材矮小，却拥有了在体力上压倒性的优势。郑小杰才是那个符合你侧写的嫌疑人。凶手就是你弟弟，对不对？我不会再回答任何问题，我需要见我的律师。经历了第一次杀人之后，任何微小的刺激都可能引起郑小杰的应激反应。小梦，你去发布郑小杰的逮捕公告，必须警告公众，不要和他发生正面冲突。是。郑小杰缺乏自主能力，以他的精神状态，很难长期维持一份稳定的工作。郑岩一定会在经济上给予他帮助。星源，你去调查一下郑岩的银行账户，注意转账记录。是。等等，明明是报复性杀人，为什么在已经确认了受害者必死之后还要割伤他呢？这并不是初次作案的特征，这一点上还是解释不通。组长，小区物业的那个大爷送来的，说是这个人先前在唐野居住那个单元附近徘徊。他上去追问的时候，那人扭头就跑，他们以为是小偷，追了半天只扯下了外套。那个人长什么样子？他说身高很矮，但是肌肉却特别显眼。应该就是郑小杰。把之前酒吧洗手间的装修图纸再给我看一下，还有其他楼层的建筑图纸。这件衣服上的标志和装修公司一样。原来郑小杰参与了施工，如果他对建筑结构熟悉的话，一定能找到别的出口。你们看这里，我们下意识觉得女洗手间和男洗手间的布局应该是镜面相同的，但按照这栋大厦的上下层图纸来说，男洗手间内部明显比上一层楼缩短了50公分。建筑公司用钢架结构在有窗户的一侧做了假墙，将原本的窗子遮挡住，就造成了假墙和背后墙面之间有一个供一人通行的空间，而原本的窗户位置只用了空心砖填补。只要郑小杰再移开假墙上的瓷砖，就能通过这条通道直接从背面破墙离开。我们得重新去现场验证一下我的猜想。就算是这样，郑小杰自相矛盾的杀人手法还是让我想不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你们不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愿主保佑你。不都要掉在坑里吗？是郑小杰。找到作案工具了，杀人用的输液器，还有破墙用的锤子和平凿。可是工具准备的这么齐全，他又怎么会死在夹层里？组长，你得过来看一下，这里还有一件东西。这只针管刚刚从尸体上掉下来，看起来有点眼熟。注射器里残存的液体是麻醉剂和致幻剂的混合物，目前能确认的成分是氯胺酮和麦角酸二乙胺。按照成分分析，应该和10年前心灵捕猎者系列案件中遗留下来的注射剂是一致的。这种药物会使人产生强烈不愉快的心理反应，正常来说，受害者会发疯、自残，甚至自杀。
但同时因为麻醉剂的加入，使得受害人在承受极端精神折磨的同时，却四肢瘫软，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死亡反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解脱。有外伤吗？真正的死亡原因是什么？除了在移动受害者的时候造成的表皮擦伤以外，没有防御伤，也没有折磨和捆绑的迹象。死亡时间几乎和唐野一致。死亡原因是心肌纤维撕裂，心脏出血导致的心跳骤停。这种状况更像是因为精神折磨而被吓死的。凶手动作迅速并且果断，目的性明确，要将受害人折磨致死。这和唐野尸体被切割放血的逻辑一致。看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郑小杰在杀害唐野之后，被另一个真正嗜血且手法成熟的变态杀人凶手捡了漏。真正的变态杀人凶手，难道说捕猎者又回来了？这一次他似乎更加丧心病狂。对不起，如果可以，我也不希望你看到这样的照片。我也有兄弟，我能感受到这些东西带给你的痛苦，但是我需要更多的细节，才能找到真凶。为什么？明明都已经到了最后一步，他答应我，只要这件事过去，就去国外读书，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为什么？为什么好人就不能好好活下去？你知道我弟弟有多善良吗？他被强奸的第二天，回到家里，不敢让我知道，偷偷跑到卫生间里一直洗澡，甚至还责怪自己做错了什么。从那之后，再也没穿过短袖的衣服。如果不是唐野对别人炫耀自己的战果，周围人开始用怜悯的态度关心他，他甚至不知道是自己受到了伤害。该死的人不是他，该死的是唐野，还有愚蠢的我。如果不是我当时坚信警方还可以还小杰一个公道，就不会怂恿他公开起诉唐野，让他的痛苦被所有人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害得他精神崩溃。我不会再相信任何一个警察，你们只会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说那些冠冕堂皇的废话。你不是说了解我的事吗？那你现在可以忽略我的身份，把我看作一个和你一样充满私心、冲动不理智的哥哥。你难道没有发现吗？现在这个房间里只有你跟我2个人，这个案子同样涉及到我弟弟的清白，不管付出任何代价，我都会找到凶手，包括为了得到真相，对你使用非法手段。这是我最后一次相信警方，如果你令我失望，我一定会让你尝到和我一样的滋味。我认罪，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设计的。从2年前小杰自杀，向媒体透露死亡的假消息开始，我已经做好准备要杀了唐野。后来的过程你猜对了一半，事实上当天将唐野随身药物换掉的人是他的儿子，协助小杰逃跑的人也是李乐。难怪女洗手间因为装修已经控制了很久，还恰巧有人去放摄像头。你打算把杀人的罪行交给李乐，对吗？没错，本来我想让李乐实施杀人的计划，我手把手地教会他如何配药，如何注射，但那个蠢货却因为自杀把右手的神经割断了。无奈之下，我才不得已让小杰去做。知道这件事的除了你和郑小杰、李乐，还有其他人吗？没有，不过在我开始调查唐野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信，信里有唐野的全部个人资料，还有一笔钱。对于并不富裕的我来说，至少可以支撑我和弟弟5年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花高价租下唐野的隔壁。那封信就在我家的保险箱里。老大，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打算跟他同归于尽。还好这东西没用上。小孟，申请搜查令，我们要把郑岩家里的信取出来。不必了，局长。既然杀害唐野的凶手已经找到了，这个案子就到此为止吧。后面的事情我会交给其他人。可是杀害郑小杰的凶手还没……你作为待休警员，有办案的资格吗？结案公告的媒体会你也不用去了，会有人替你。你回去休息一下，准备复职吧。我明白了，但是我还有个请求。
林墨，这是血迹。林墨，发生什么事了？你是林先生吧？宋牧师会在会客室等您。您稍等，宋牧师马上就来。你已经到了吗？我这边有点事情耽误了，很快就会赶到。我到之前自己小心点哦。这么正大光明的摆在桌子上，看起来不像什么神秘组织。林先生也对我们的药品感兴趣吗？药品？没错，衔尾蛇意思是自我吞噬者，也象征着无限大和循环。柏拉图形容衔尾蛇为宇宙的始祖生物，它是不死之身，并拥有完美的生物结构。因此，我们的药也致力于增强生理机能，延长寿命，达到青春永驻的效果。听起来像是非法传销组织。不，我们的药物只向有能力购买的人提供服务，大概只有政客、财阀才能享受得到。不过，以林先生林氏医疗继承人的身份，我很愿意与你合作。我这次来并不是为了这件事，我想找一个人，目前看来应该是你们的顾客之一。对不起，顾客的信息是保密的。况且我今天见你是看在徐秋的面子上，我们之间的账该还还是得还。我们之间的账？送这种东西来教堂，也太目中无人了。小子，你要记住，对待长辈要学会尊重。你父亲对我来说也不过是个小角色，我根本不放在眼里。那什么人才能进宋牧师的眼呢？徐秋，你带这么多人进来，想干什么？当然是救人。哦，我好像忘记告诉你了，虽然这家伙不愿意承认，但他可是我姑姑的儿子，也就是说，他是武联会会长长女的独生子。你也知道，会长他老人家没有儿子，所以这小子目前是武联会唯一的太子爷。我在这里。什么？这么重要的事，你为什么不早说？啊，我要是说了，还怎么理直气壮的进来？早就听说宋牧师锱铢必报，想不到下这么重的手。哎，我可怜的弟弟。哦，对了，花圈是我送的 ，surprise。徐秋，你不要胡来，这里是黑白两道约定的安全区，你敢打破这里的规矩，一定会被所有人追杀。明明是宋牧师先坏了规矩，袭击了我们的人，怎么反咬一口呢？是因为你设计陷害我。 No， 是因为你蠢，我早就想除掉你了。光这个月，我手底下就有3个小姐被你们注射药品折磨致死，他们的家属整天在我办公楼下哭丧，害我赔了好多钱。哎呀，我这个当老大的，怎么能不替他们出头呢？既然是因为色欲犯下的罪，就应该用犯罪的器官来赎罪吧。我知道你现在一定非常愤怒，他这种败类早就该死了。拿着这把刀，他会带你体验前所未有的刺激和快乐。林墨，你受伤了？你从医院出来之后去了哪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为什么会受伤？我没事，你走吧。不是说了吗？我没事，就算有，也是我自己的事。哥哥难道想要我给你汇报一天的行程吗？管太多了吧。语气好冷淡，为什么突然发起脾气来了？怎么看都是遇上麻烦了。怎么说我也是警察，如果是在学校遇上了霸凌或者什么事，我可以帮你。是我说的不够清楚吗？如果一个男人对你这样说，就应该识趣的走开。哥哥这样纠缠下去，我也是会厌烦的。啊，好直白。什么纠缠下去？我们2个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就算是跟人打架，也不至于到流血的程度吧？明明流了那么多血，你什么都不说，反而更让我担心。真的好烦。说白了，哥哥到底是担心我受伤，还是担心我伤害了别人？你留在我身边不就是为了这个？
不是这样的。放心，我没有杀人。你胡说什么呢？随便哪个当哥哥的看到弟弟这样，能不心急吗？更何况我从来没有觉得留在这里是为了盯着你。原来他一直是这样的吗？就因为自己的精神问题，无论发生什么事，总是第一时间躲起来，害怕被人误解。他到底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事？不然，你留下来是为了什么？我们既不是真正的兄弟，也不是猎人，这样下去到底算什么？这样下去到底算什么？讲实话，上一次被拒绝之后，我们的关系就变得有些尴尬。那个，我们交往吧。如果是普通的恋爱关系，被拒绝就应该适可而止的拉开距离。我不愿意。硬要说留在他身边的理由，无非是担心他会被袭击。可是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忙着案件的事情，并没有好好看着他，不然他今天也不会受伤。说来说去都是我太疏忽了，既抓不到凶手，又没有照顾好林墨，我真是个笨蛋。我可是从你8岁就开始照顾你，亲眼看着你长到这么大的人。就算明知道你这个小子又危险又麻烦，这么多年都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你，还跟你那个，我算什么？等等，这样说起来，不就像是我从小就对他心怀不轨，被拒绝了还一直纠缠着他，就算发生了关系，还故意吊人胃口，听上去我好像个渣男啊！唉，真的是这样的话，现在才明白这一点，我也太迟钝了吧。其实我今天本来有个好消息等着告诉你，我跟局长申请由你来做犯罪学顾问。虽然你不是专业人士，但我觉得你蛮有天赋的，能申请到这个实习的机会。门开了。我有什么天赋？犯罪的天赋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怎么伤得这么重？到底是谁把你打成这样？你怎么还在这站着？快点躺下！我的天，出这么多血！哥哥真是不遗余力的想要把我拉向好人那一边的，可惜我怕是要让你失望。怎么突然抱过来？是不是很痛？实在不行，我去叫救护车吧。我不是让你走了吗？为什么就不能听话的走开？明明不喜欢我，却总是这样拿关心当做挡箭牌，让我变得这么狼狈。我什么时候说不喜欢你了？都什么时候了，还说喜欢不喜欢的？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也要有个限度。所以哥没有说不喜欢，是喜欢的意思吗？我怎么又问我这种问题？难道答应交往都不算是喜欢的意思吗？他究竟想要什么样的回答？顺应气氛的说喜欢明显不行，可他这么不安的盯着我，又不像是想要被拒绝。好烦，根本猜不透他想要什么。哥哥自己选吧，跟我进卧室，或者给我一拳，然后离开这里，再也不要回来了。进卧室？你这话题跳跃太快了吧？原来只是要这样的答案。为什么我会有点失望？我又想要他说什么呢？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先处理一下伤口，不然会感染的。你放心，你恢复之前我不会离开的。你走吧。哎，我说错话了吗？哥哥还真是给了我一拳呢。我终于知道这里痛是什么感觉。是我太卑鄙了，总是利用哥对我的关心把你留在我身边。我以为哥哥会喜欢上我的，只是缺少一个契机。我没法向哥哥证明我是真的爱着你，因为我天生就不正常。我对哥没有心动，只有强烈的占有欲望。我只能祈求，也许你能发现自己也抱着同样的心情喜欢我。可我越是这样急切的求证，越清楚的知道，英俊哥对我只是单纯的关心。这种感觉就像是拿到死亡通知单的病人，明知道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害怕自己疯下去。混蛋小子，说什么只是关心，谁要关心到床上去？都答应跟你交往了，还是磨磨唧唧的，是不是个男人？到底我自己挣扎这么久是为了什么？
你这小子，你哭什么？弄得像我在欺负你一样。我今天差一点就再也没脸见哥哥了，可是想到只有我一个人在苦苦挣扎，只有我用尽全部力气才能留在哥哥身边，就觉得好辛苦。笨蛋。要被闷死了。他倒是睡得踏实。好疼！这小子是恨我吗？腰疼，不对，是浑身都疼。说什么身上有伤口，后来不是跟着挺起劲儿的，感觉自己被骗了。不对，肯定是被骗了。哥哥身上真好闻，还留着昨晚的味道，好想再来一次。你打住，不要再说了，越说我越后悔。是我弄疼哥哥了吗？那干脆揍我一顿吧，反正我也打不过哥。总之这次就算了，下一次必须我在上面。占完便宜就装委屈，太狗了。还有下一次啊？不要做出一副认真思考的样子。现在可以说了吧？昨天为什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我遇到了一些社会上的流氓，被袭击了。徐秋的话，这么形容也不算说谎。什么流氓敢明目张胆的动手？太不像话了！得通知片区的警察好好管理。哥哥不用担心，事情已经解决了，那个人已经被管教了，一段时间之内恐怕不会再见到他了。你的个性我一向知道，但这一次得罪的人非常棘手，我也无能为力。就算你保全了老爷子的外孙，但是本家也没有要留你的意思。拿着这些钱，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一阵子吧。您迟到了，林先生非常不喜欢别人迟到。还有，林先生不喜欢别人抽烟，也不喜欢别人靠得太近。最重要的是，千万别动林先生碰过的物品。一个老男人这么矫情，他不会还有洁癖吧？徐先生，您是少爷送过来的人，我不清楚您在外面惹了什么麻烦，但既然吃了少爷的人情，至少不要让少爷在林先生面前丢脸。寄人篱下嘛，我尽量。不是尽量，是必须做到。林先生身体不好，你最好不要惹他不开心，不然我保证你会比离开这里下场更惨。林先生，人到了。这不是长得挺让人兴奋的吗？难怪迷的姑姑连亲爹都不认。你已经长这么大了，你小的时候我们见过一次。有吗？完全没印象了。一般我见过的美人都躺在我的床上。我不常回来，你可以安心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如果有需求，管家可以帮你安排干净的女孩，你自己不要出去。一旦你走出这里，就不要再回来了。毕竟这里只能保护你一时，我也不想惹麻烦。好吧。就这么被关起来也太无聊了。林默那小子把我送过来，是想要我查他爹吗？这么让人兴奋的事，你居然会停手？是谁改变了你？难道病治好了？小时候我可没少见你分尸动物，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创伤。别装了，动物还不都是你抓来的？你只是喜欢看别人动手而已。原来一直为响尾蛇组织提供配方的是林氏的药研中心。找到自己家头上了吗？还查什么？干脆回去问你爸就好了。我跟父亲有过约定，我不能轻易回去。况且这份客户名单上的人，我还需要继续调查。不过，
我可以送你过去。喂，我可不是你想使唤就使唤的人。我的手段你也是见过的，我可以杀了他们所有人，然后告诉外面的人，是你带人做掉了宋牧师。你觉得，在他们眼里我更可惜，还是你？还有，鉴于你没什么信用，这个人我要带走。还真是一表三千里，一点情面都不留。我要是被抓到，说不出牧师的下落，恐怕会被折磨得生不如死。想来我是被林默算计了吧？以他的性格，怎么可能一个人贸然闯到教会去？这小子追着县委蛇查，到底要干什么？不会真的要让 H 市翻天吧？那倒是挺有意思的。真讨厌被人差事的感觉。不过，有人？真是香艳呢。看来计划要变一变了。从你这弄到消息，还有更有意思的方法。凶手在逃逸过程中因意外被困在秘密的隔板中窒息死亡，检方已经对案件相关人员提起诉讼，请大家放心，警方会坚定维护市民安全，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罪分子。明明是老大破的案，却是别人领功，局长还要给老大降职，真的好气哦。要不说人家是领导呢，说谎话脸不青不红的。你们两个不要在警局门口乱说话。雷局长不追究我违规查案，已经是法外开恩了。老大，你就是总替别人找借口，什么时候才能支棱起来呀？哎，不知道老大你是体贴还是傻，难怪隔壁组的都叫你小天使。下雨了。你怎么过来了？天气预报说今晚有雨，我担心你。咦，气氛不一样了，看来有进展啊，老大。那我们就不当电灯泡了，我们先撤了。喂，我听到他们说的了，怎么不跟他们解释？能解释的都是废话，大道理谁不清楚？说多了反而矫情。只要能破案，他们怎么说都不重要。现在对我来说，复职才是最重要的事。我得有一个光明正大调查的身份，毕竟我答应过郑岩，一定不会让他再对警察失望。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下去。你盯着我干什么？突然想亲你。喂，这是在大街上。感觉像做梦一样。哥终于不会推开我。我们现在是恋爱关系吧？我怎么会？上次不是还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就跑掉了？这小子还学会翻旧账了。好啦好啦，都是我的错，我会补偿你的。哦，对了，这个，这个是你的协查证明，千万不要弄丢了。我们回家吧。那是什么？醒了。一睁眼睛就看到美人，整个人都精神了。林默送你过来到底要干什么？原来是因为这个，我还以为是因为昨晚我们两个的事。你要是肯像喝醉的时候一样热情，我可以考虑告诉你。不要挑衅大人的底线，我不喜欢跟小孩子玩游戏。热情过头了，可以稍微欲拒还迎一点。闭嘴，不知好歹！如果不是因为你是夫人的侄子，凭你对林先生做的事，早就该死10000次了。原来你们财阀做事跟我们黑社会一样，喜欢杀人放火。我不过是跟心上人睡了一晚上，犯不着这么大动肝火。心上人？你在胡说些什么？这么大力气，原来可以站起来啊！
我还担心腿不方便的话，好多次是不能做到的，看来是白操心了。哦，所以坐在轮椅上，到底是在装柔弱，还是有什么心理障碍？我真是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林先生，您小心身体，不要动气。看来是我判断失误，不该在你这种人身上浪费时间，废了他。是。联系林默，预定一个安静的地方，我要见他。是，林先生。这就是确定关系之后的第一天吗？讲实话，已经开始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了。之前只是把他当作弟弟，现在这种关系反而让人摸不着头脑。往常来说，女朋友如果穿成这样在厨房，我应该扑上去，但这个身高，还是算了吧，感觉有点别扭，弄不好还会搞出什么奇怪的发展。在做什么？哦，你这是在做实验吗？要不要切得这么规整？我是照着网上教程做的。那这个三角形又是怎么回事？图片上就是这样的。那是播放键。真的是这样的。哥哥好厉害。这是厉害不厉害的问题吗？脑壳疼，是我输了。这小子在生活方面真是出奇的笨蛋啊！这就是学霸的理解能力吗？还以为会过上那种回家之后就有香喷喷饭菜的生活，到头来还是要自己搞。还是我来吧，你看起来实在是没什么自理能力，不知道这么多年你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严重怀疑消失的5年里，他是靠要饭活下来的。不过要饭还能要出一身肌肉来，也是没什么天理。我以后会好好学做饭的，英俊哥不要嫌弃我，我一定会努力比你的任何一个女朋友都做得更好，让哥哥心里只放得下我一个人。不要说的像我随时都能脱身一样，你一个我已经很难应付了好吗？所以说，到底一共有几个？一共……好小子，他是醋腌的吗？都是过去的事儿，不要提了。你抱就抱，不要乱摸。英俊哥，我好饿，想你喂我。你在哪里学的这些不正经的？自己的真心话不需要学。我说过，我要在上面。这样你就在上面了。这次不要想糊弄过去，我肯定不会再上当了。英俊哥，我喜欢你，好喜欢。想不到我也有被工作救了的一天，这样下去不行啊！这就是年轻人的体力吗？感觉自己差点死在厨房。不尽兴啊，哥的工作真的好麻烦。哥没事吧？要不要我帮你上去？我拒绝。你们是什么人？林先生想请少爷回去一趟。自从林默妈妈出事之后，他父亲就在名义上公开和林默做了切割。我妻子徐仁慧的自杀是长期承受精神疾病折磨所导致，与近日热议的谋杀案件无关。对此，我和家人都感到万分难过。至于林默与我的关系，要等到亲子鉴定结果出来才能确定。您是否暗示徐仁慧在婚内有出轨的行为？林默将因此失去林氏继承人的资格吗？如果检验结果并非亲生，林氏将如何处理这个孩子？无可奉告。虽然最终也没有公布亲子鉴定的结果，但当时林默确实已经被赶出了林家。我决定把林默接过来照顾，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这家伙连林默后来的学费都没有出过，这么绝情的人，现在却突然跳出来找他，到底是什么情况？又和那个叫英俊的孩子住到一起了呀？看来你们之间的感情真的很好。说起来，确实要感谢他那些年对你的照顾。需要的话，我可以替他在临川区安排一栋房子。他目前是我的恋人。那就有些麻烦了。警察应该收入很低，5000万足够他下半辈子的生活了。或者你有别的什么打算？一栋房子加上5000万，价格已经超出我的心理预期了。我会让管家安排这件事，玩够了就客气的离开他吧，毕竟是你的恩人。我明白。以你现在的身份，总归是无法和一个普通人这样交往下去的。好在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比当年的我更懂得进退。还是不要绕弯子。
冒险找我来见面，不会只是为了听您说这些吧？是因为许秋吧？那个人无关紧要，不过是个小丑。我是想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邀请？你说什么？许秋手机里的照片在我手上，虽然他有所保留，也足够让林氏蒙羞，至少足够让我从您这儿得到我想知道的东西。这是你对自己父亲该说的话吗？你居然利用外人来算计我！与其和我生气，不如担心自己，以后小心点。毕竟徐秋这个人不太正常，一旦想要得到什么，就会无所不用其极。我看他现在蛮喜欢你的。混账！你以为你是我的儿子就可以肆意妄为吗？您刚刚才说过，我是个聪明人，我所做的不过是让不该见面的人见面而已。至于每件事发展成什么结果，都是你们自己的想法决定的，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怎么可以连自己父亲被羞辱都无动于衷？你果然是个怪物，是我跟慧慧不该把你生出来，是我的错。这种事重要吗？我想知道林氏为什么为贤伟社提供药源。你本可以直接来问我，毕竟我是你的父亲。过于依赖这种不切实际的血缘关系，不如做交易让人放心。是我私自隐瞒董事会，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为了让你回来。你母亲一直对我隐瞒了自己的身世，出事之后我才知道，她是武联会会长的女儿。对林氏集团来说，家族成员涉黑是最大的负面新闻。为了保全林氏，我不得不故意放出亲子鉴定的消息，来跟你做切割。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激怒了你外公。我本已经做好与他在抚养权上争夺的准备。林先生，请相信我们，一定会帮你打赢官司。但想不到他的背景如此复杂，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让外商切断了林氏医疗器械的供给。董事会逼我在你和林氏之间做出选择，就是在那个时候，宋议员找上了我。李先生，我有一笔买卖，相信您一定感兴趣。宋议员答应，只要我肯让药研院为他们私下提供配方，就愿意出面与你外公协调这件事。宋议员背后有3家财阀支持，国会、检察院、警局都有他的门徒。以他的权势，对我来说，其实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要的药物配方是什么？我开始也担心他们想要的会是毒品，但不是，他们要的不过是一款轻度的血清素抑制剂。血清素抑制剂？难道是抗抑郁的药？达不到抗抑郁的水平，中间添加了几种掩人耳目的维生素和神经酸，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平复情绪，甚至保持一段时间内无来由的幸福感。对于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的正职要员来说，确实是有效的。半滴血清素也会使人大脑中的愤怒反应更难被抑制，做出失去理智的行为。一旦被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服用，后果可想而知。难怪他们派我来的人情绪反应，作案的时候异常暴躁，之后又变得一副懦弱的样子。他们在利用这种药物控制杀人犯。我之所以将这些事告诉你，就是希望你明白，这不是你能管的事，不要搅进来。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你在调查这件事，尽快离开 H 市吧。你难道没有想过，外公这么轻易就答应宋议员的条件？也许他们本来就是在给你做局。我想过，但我没得选，我不能放弃林氏，也不能失去儿子。所以该尽快离开 H 市的人是父亲。什么？即便我做出威胁您的事，您还是没有放弃我的打算吗？太过感情用事一直是您致命的弱点。像您这样软弱的人，不适合留在这个混乱的城市。如果父亲有一天可以放下那些没有意义的责任感，也许会比现在开心很多。我这辈子唯一放下责任的一次，就是拒绝了商业联姻，娶了你的母亲。但事实证明，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更多。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在世的时候是快乐的。她的死是因为精神疾病，并不是您的错。您没必要背负这种自责直到现在。况且，我也没怨过你。不要试图跟你外公作对，他是个手上沾满了鲜血的野兽，你斗不过他的。他、母亲和我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终究都会伤害身边的人，除非我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们走吧。结束了？他跟你说了什么？你为什么一脸吃了屎的表情？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你看上去像是逃出来的。他刚才跟我说要给你一栋房子和5000万，让你离开我。什么？
个十百千万10万百万千万，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这就是传说中有钱人的分手费吗？真是枯燥且诱人呐！我替你接受了。啥玩意儿？其实我也很想答应。哦，但是你小子吃干抹净就想分手是不是？当然不是。那你是想让我白拿人家钱是吧？还是欠教育啊？我都是怎么教你的？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有钱。是问心无愧啊，熊孩子。这是什么？是林墨。我是说，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大概是自我反省的结果。这么着急的给我们叫来，到底是什么事儿？局长给你降职之后，安排了新的组长，说要跟大家见个面，互相熟悉一下。工作就工作，搞什么见面会？新组长到底谁啊？好久不见了，亲爱的英俊先生。我想起来我家还烧着水。老大逃跑的太明显了。这到底是啥修罗场？居啊好低，他们3个是什么关系？前任和现任。我呢，作为新组长，要对大家的工作负责，所以为了能用最短的时间了解大家的情况，麻烦大家填写一下这份表格。啊？为什么还有现居地址？这跟工作没关系吗？为了让我能随时找到你啊，这回你逃不掉了。我说你啊，为什么突然就把我拉黑了？你靠太近了，我帮英俊哥填，反正我们住在一起。哦，对，你就是英俊经常提起的弟弟啊。小弟弟长得真不可爱。老女人，好丑。你说什么？林墨，不许这样说话，很没礼貌，给人家道歉。我不要。不许撒娇。哼，是我没有教育好，我替他道歉。不过还有一件事要同步给你。他现在不仅是我弟弟，还是我的男朋友。所以如果是私人的事情找我，最好先问过我男朋友。我的？哈？男朋友？你才跟我分开几天啊？怎么就喜欢男人啊？我不是喜欢男人。那就是骗我的了。也不是骗你，这没法跟你解释。有新案子了。受害人名叫胡玉，女性，15岁，顺德高中高一3班的学生。今早5点30分，在摆放清扫工具的杂物棚里，被当天的值日生叶瑶发现。法医初步鉴定为颅面部骨折，导致吸入血液窒息而亡。啊，校园案件啊，最讨厌接手这种案件了。不是涉及校园暴力，就是家庭暴力。看到小孩子成为受害者，让人心里怪难受的。校园案件确实比较棘手，得联系青少年保护组织跟我们一同介入，先确保学生不受到惊吓。最重要的是安抚家长。我要再强调一遍，所有人执勤的时候必须保证双人在场，戴好你们的手套、口罩、鞋套，还有执法记录仪。询问前出示警员证件。面对这种案件，流程上不能有任何差错。一旦被家长抓住把柄，对警方的声誉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如果能顺利破案的话，咱们大家脸上也都有光。明白了吗？明白。案子还没办呢，满脑子都是公关。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这都能听见。案件天天都有，谁也不能保证接受了就能破案，但有损警方声誉，就是砸了自己的饭碗。干我们这行，在拯救别人之前，先学会保护自己，至少别拖累我啊。他一直这么讨人厌吗？唉，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吧。林先生，许久不见了。一群人盯不住一个人吗？他把6个保镖都打伤了，其中1个已经送去医院急救了。他是个疯子，担心他威胁到你的安全，我已经调派更多人手去公司保护你。来不及了，按时间算，他已经到了。林先生，有人找。有什么条件可以直接跟我讲，别为难一个小姑娘。你手底下的人太废了，这么多人，连我一个都拦不住。
真的能保护你吗？我会考虑换家安保公司，下一次一定先让你进医院。没有下一次了，这次我就打算赖上你了。我这么喜欢你，你却叫人对付我，真的好让人伤心啊！你说该怎么赔偿我呢？把你的脏手拿开，不然我开枪了。哦，美人不要玩这种危险的东西，想杀人没那么容易的，要一枪致命，至少应该打在这里。开枪啊！我可是趁你喝醉上了你的男人，你不喜欢被人触摸的所有地方，我都摸过。哦，不止摸过。闭嘴！哎，开枪打死我，打死我，你就解脱了。开枪打死我，你就解脱了。车、包包、钻石，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买给你。我们现在拥有的还不够好吗？为什么我们还这么小？你为什么非要做这种事情？你给我的所有都很完美，但我要的是你24小时在我眼前。我想把你关在这间屋子里，看你向我摇尾乞怜，就满身伤痕也不敢离开我。你的眼里只能看到我一个人。这样是不对的。去精神科吧，我和默默都会陪着你。小燕，你不爱我了吗？为什么遇到这种事情的人总是我？你自己一点都没有察觉吗？你有多么的诱人，你身上散发着让人疯狂的味道，越是完美，就越让人想扒光你的羽毛，看你遍体鳞伤挣扎的模样。我真是脑子糊涂了，居然问了一个小孩子这种问题。不要说一个男人是小孩子，这种挑衅在床上是要吃亏的。你以为这么多年对我说这种话的只有你一个吗？你不过是众多追求者中的一个，烂俗的话我已经听够了，让我看看你跟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吧。你在干什么？你疯了！要说我跟他们有什么不同，还真的，我也不知道，人和人之间能有什么不一样？长相、身份、金钱，追求独一无二，本来就是件很可笑的事。人总是会下意识把自己刚认识的人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归类。无论怎么样，我都不可能是你没见过的类型。别说话了，你需要叫医生来。你要是死在我办公室，我会很麻烦。在我看来你也一样，和我的每一个情人都一样，漂亮迷人，让自己血脉喷张，想要据为己有。人渣！拿我的命赌一赌，如果这一次我死了，就算我们没缘分；如果没死，我这个人渣一定会一直纠缠你。死了这份心吧，我对滥交的人不感兴趣，在我这里你什么都得不到。你知道吗？从小到大，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让我兴奋。我的世界里只有掠夺，没有规则。只要我哥哥活着，徐家不会分给我们任何东西。小秋，你要记住，你想要什么都要靠自己抢。我知道了，爷爷。不惜一切手段，我都会得到你，你跑不掉的。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悲惨童年，跟我没关系。我不喜欢救赎人渣的游戏。对，差点忘了，你只在乎你儿子，他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乖巧可爱。当年那场事故里，姑姑想杀的人本来就是他。
你说什么？想让我继续说吗？总得给我点好处吧。你够了吧？这是你第一次主动问我，味道真好。想不到吧？你儿子8岁的时候就已经是撒谎高手了，压根没有姑姑想要自杀这回事。捕猎者的药从来不会对小孩子用，所以被姑姑注射了药物要一起赴死的话都是骗人的。是林墨想杀了他的亲生母亲。难道说林墨也和他妈妈一样？我又该拿你怎么办？请问现在案件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去采访？学校方面又是准备如何处理？您好，我姓陈，陈苑，是青少年保护组织的负责人。这位是周老师，是高3年级的教导主任，学校里的情况都可以问他。周老师您好，我是陈阳，刑侦2组的组长。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吧。痕检员已经做完了现场采样，死者书包上的血迹与伤口吻合，初步判断为凶器。地面上有死者独自挣扎的痕迹，但没有打斗痕迹，应该是一击毙命。这面墙上也发现了血迹，但化验结果血液来自多个人，还不能确定身份。墙上有发现受害者的血迹或者名字吗？并没有。看来受害者并不是学生们的目标。学生们的目标？这面墙上的血迹是被霸凌的学生们留下的。这面墙被他们称为耻辱之墙，一旦名字被写在上面，就会成为所有人排斥的目标。看样子墙面被学校翻新过，名字已经不见了，只剩下最近留下的痕迹。老大在这里读过书吗？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因为这面墙上曾经也有过我的名字。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没办法，谁让我是混血呢？小孩子总是讨厌跟自己不一样的家伙。这种积年累月的恶习，学校不管吗？至少被霸凌的孩子应该立刻向老师反映情况啊！在任何环境里，总会有人被群体排挤，不要用我们自己的逻辑强加给被霸凌的人。特别是当一个心智尚不成熟的孩子，长期处在压抑和被欺凌的环境中，恐惧、无力反抗、逃避的想法已经深植在他们的观念里，甚至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举报对他们来说只会招来更疯狂的报复。涉及霸凌的话，问题就更复杂了。看来要对学生们做大范围的询问了。会不会是学生之间的私人恩怨，恶意报复？仇杀会有过度攻击的痕迹，凶手只袭击了受害者一次，然后眼睁睁看着受害人因窒息挣扎致死，接着清理现场离开，每一步都是算计好的。如果凶手的目的不是杀人，突然发现对方死亡，一定会在惊慌留下线索。如果目的是杀人，什么人会选择书包这种极具不确定性的工具？真正的死因一定不是单纯的窒息。那件事后来呢？什么后来？哥哥被他们霸凌之后。后来他们每次找我麻烦的时候，我就对他们微笑，久而久之，他们自己觉得没意思，就不再搭理我了。那时候我明明已经和哥哥住在一起了，为什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那时候我刚刚失去家人，心灰意冷，几次都想着就这样被他们折磨死算了，反正一了百了。可是你突然出现了，只要想到你还在家里等着我，就觉得要更勇敢一点，不能随便放弃。是你拯救了我。不是我救了你，是因为哥哥本来就是那么善良又坚强的人。秋天到了呢，艾草都开花了。人类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坚强，在最阴暗的日子里，谁都会卑微的渴望他人帮助。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你，而有些人没能遇到。我其实并不能理解，从来没有人敢对我做那种事。如果当时哥哥告诉我实情，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不能理解，就试着去感受。要知道，无畏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你还没有害怕失去的东西。人是很复杂的，你眼中的弱点，也正是他们为之坚强的力量。我也有弱点啊。真的跟霸凌有关吗？暂时还不能确定。这都是我的错，是我工作的失职。这所学校一直是我们教育工作的重点对象，很多家长曾经向我们反馈霸凌问题，但每次派人过来协调辅导，家长们又吵着说我们影响学生们学习。被赶出去几次之后，志愿者们也都逐渐失去了信心。我应该更坚持一点的，
不然就不会发生现在这样的惨剧。我家孩子每天回来身上都带着伤，现在连睡觉都会被吓醒。总是跟我说老师和同学都很可怕。哎，你们老师都是怎么教育学生的？妈，别说了。什么别说了？你怕什么？哎，我怎么生出你这废物孩子？我今天就是要来讨个说法。你怎么不让他反省反省？为什么大家都欺负他，不欺负别人呢？哎，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这还是为人师表该说的话吗？啊，你们当领导的不管一管吗？哼，反正今天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叫记者过来曝光你们这些黑心老师。哼，这是怎么回事？哦，这是发现尸体的那位学生的家长。这个孩子经常被同学欺负，这次又遇上了凶杀案，家长肯定很恼火。那依您看，想要个什么说法？我要他向我女儿公开道歉，还有你们校方也得道歉。这是应该的。哼，当然赔偿也不能少，课程延误费加上精神损失费，至少要这个数。10万。哼，10万？我看你是存心敲诈。一个当妈的舔着脸来这里吃你女儿的人血馒头，你还有廉耻吗？难怪把孩子教育成这样。真丢人！哼，我说他怎么这么让人恶心，原来跟他妈妈一样。家里穷的吧？听说连爸爸都没有。哎呀，你傻站着干什么？你自己也说句话呀！你是哑巴吗？真丢人！哎呀，你傻站着干什么？你自己也说句话呀！你是哑巴吗？听说连爸爸都没有。没用的东西！香兰，你先回去上课，这里我来处理。大庭广众之下就暴露出对自己母亲的杀意，这孩子也不是省油的灯。你说什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怨恨，会让一个孩子产生杀死自己母亲的念头？默默和慧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都是我的错，整天忙于工作，家里发生的事我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会不会，也许，哪怕一点可能，我如果能早一点发现真相，慧姐和默默都不会变成这样。原来你这么舍不得我呀！放心，我命够硬，死不了的。也没打中什么重要的部位，当然死不了。真没情趣，刚刚不是还为我哭了？那根本不是因为……没关系，情趣嘛，我可以慢慢教你。你还有话没讲完？你怎么知道默默和他妈妈之间的事？说来说去，还是为了你儿子。你呀，还是这么薄情。不过，看在他早晚也是我儿子的份上，可以告诉你，姑姑偷偷跟你结婚的事，其实会长早就知道了。不过，他更看重的是林默，他想要培养林默继承武联会。我不跟他打，我打不过他。你能做的只有胜利和被他殴打。还手呀！太弱了。25秒，打不过我就报复狗，真无耻啊！只是麻醉剂，这个家族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吧？啊？正常人在打我的时候，不会像你这么愉快。我笑出声了吗？你想要武联会吧？你的弱点太明显了，想要什么都写在脸上，这样在外公眼前活不到成年的。开什么玩笑？你这种废物有资格说我？你好好活着，我要走了。我父亲还是不肯离婚，我还需要再做点事情。你到底要干什么？清理障碍。然后呢？宝贝，一次性说完你会把我甩掉的。你呢？你的腿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样？到底藏了什么秘密？奖励时间到。我再说一遍，我不喜欢男人。那我是女人。你真是毫无廉耻。在床上讲什么廉耻？
林先生，股东们要求您对徐秋闯进公司的事情做出解释，要临时召开董事会。你误会了。滚出去！再看挖了你的眼睛！这么强烈的占有欲，果然还是个孩子。我要的钱1分都不能少，不然咱们就这么耗着，哼，看谁能耗过谁。你给我闭嘴！闭嘴！闭嘴！啊！不好。没事。英俊哥，下次要是再受伤，我要生气了。不碍事，只是铅笔扎了一下。那个女孩呢？在旁边的房间，有义务老师陪着。我都是为了他好，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可是他妈妈。我早就说过了，是你自己的孩子的问题。他这样情绪失控已经不是1次2次了，好几个同学都被他攻击过，谁还敢接近他？你不去带孩子看病，还要来学校讹钱，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只是想用这些钱给他转学，让他去新学校之前能体面一点。我有什么错？哼，不体面还不是自找的。你们2个就不要再吵了，不管怎么样，还是等叶瑶情绪平静下来再说吧。这3位是负责调查胡玉案件的警员，本来应该让叶瑶配合询问的，只怕现在……如果叶瑶有严重的情绪障碍问题，恐怕我们要着重对她展开调查。什么意思？你怀疑我女儿是杀人凶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您先别急，只是例行调查，并没有别的意思。不可能的。虽然叶瑶这孩子有些问题，但是她不可能杀害胡玉。胡玉是她在学校里唯一的朋友，没有人对她比胡玉更好了。经常看他们2个同进同出，应该是关系很好吧？每次叶瑶跟人发生矛盾，都是胡玉在帮忙劝架。胡玉人缘很好，从来没见过他跟人红过脸，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跟叶瑶玩在一块儿。胡玉在学校里有和谁发生过冲突吗？没听说过。他对大家都很好，经常带零食什么给大家分，平时好像也从来没犯过什么错误，给人印象不太深刻。哦，我想起来了。运动会的时候，向老师的名牌手链不知道怎么就丢了。后来我看到胡玉偷偷去办公室把手链还给了向老师。胡玉偷过东西吗？当然不是，胡玉很乖，他怎么敢偷东西啊？再说，看向老师的态度就知道啊，肯定是胡玉替叶瑶背锅。那次之后，向老师对叶瑶的态度就比较，算是冷淡吧。确实是叶瑶，胡玉当时说是自己拿的，但是后来我去调了监控，拍到了叶瑶偷东西的画面。我本打算找他家长聊一聊，但你们也看到了，叶瑶的家长是这种情况，通知家长，恐怕只会对孩子造成更不好的影响。那您知道胡玉为什么会跟叶瑶这么要好吗？不清楚。今天的调查就先到这里吧，辛苦您了。配合警方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高1、3班怎么走？高1、3班？我是公交司机。你们学校有个学生落下了药品在我车上，我就知道是高1、3班的，好像是姓胡，名字想不起来了。我查过许久，他目前是5联会一个堂口的老大，专靠色情产业和网络博彩业营生。虽然在5联会里地位不高，但是因为很会赚钱，帮派的人都对他十分客气。听说13岁就开始帮帮派做事，是个非常危险的任务。留他在您身边太冒险了，况且他还对您……我留下他还有用，至少您绝对不能跟他独处，免得他又做出什么逾矩的事情。小孩子都是一时新鲜，你不搭理他，他自然就没兴趣了。您被保护得太好了，像他这种刀剑铁血的人，不会懂什么礼数的。知道您今天临时形成的只有董事会的人，难道是他们派来的人？先不要太早下定论。保护林先生。是。根据那个公交司机说的，他见到胡玉哮喘发作，倒在公交车站，在旁边试图急救的人就是叶瑶。车上没人了，我送你们去最近的医院。可见叶瑶也不是个冷血的孩子。那要看验尸结果，如果和我猜的一样，
真正的死因不是血液倒流窒息，而是过敏性窒息的话，那唯一知道胡玉有哮喘病的叶友就有很大嫌疑。怎么了？我能不能耍个赖，先问问结果？你看出凶手是谁了吗？我能通过观察看出谁是心理变态，但不是会算命啊。哥哥是不希望叶瑶是凶手吧？我能理解叶瑶的绝望，所以更不希望她被痛苦打倒。你知道艾草的花语吗？不要将痛苦加在自己身上。但艾草花粉也是秋季最致命的过敏源之一。有人进来过。嗨，小表弟。不对，以后要改口叫乖儿子了。这个人我在资料里见过，是武联会的人。林默怎么会和帮派的人纠缠在一起？你来这里做什么？林周燕被绑架了，你现在被黑白两道盯着，冒险露面就为了他？他们是冲我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找到你藏起来的那个牧师。告诉我牧师在哪里，我立马就走。牧师是筹码，不可能告诉你。况且你就算把他送过去，宋议员也不会放过你。无所谓，那我就去跟你爸爸殉情吧。你说话好恶心，我甚至不想帮你。确定是他吗？没错。现在就动手，免得徐峥那小子找过来的时候麻烦。徐秋，难道不是绑架，而是帮派恩怨？住手！蠢货！我费了这么大力气给他弄过来，你当我就为了那一点人头费吗？对不起，大哥，给我盯好了。是，大哥。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单纯绑架的话，对方很快就会联系我们勒索赎金。但如果是冲着你来的，他们是不会让你带着活人回去的。你去找这个人，我父亲身上有追踪器，他能帮你在最快时间内找到定位。如果还是找不到人的话，我会再通知你怎么做。你确定要救他？不过是跟他睡了一晚上，冒这么大风险，为什么？为什么？什么都要问原因。林默呀，从小就很调气。以徐秋的性格，不会听任何人安排，一定会去对方的场子里大闹一番。这样也好，帮派闹得越凶，警方就无暇分身。只要他不知道牧师藏在什么地方，对方就没有办法。但他对救人的事这么上心，反倒让人觉得可疑。不会还有别的目的吧？英俊哥，帮我做杯咖啡吧，今晚我可能要熬夜复习了。好。袭警可是重罪，你不希望你女儿医药费别人去交？是骗局！告诉我是谁让你来，我也分享个秘密给你。根本没有什么交易，从一开始就是林默的骗局。这3位是负责调查胡玉案件的警员。怎么会这么巧？又是林默。他竟然在警方内部。什么？他竟然监禁了牧师？如果我把牧师送回去，不管什么事，医院一定会想办法保住我的。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哎，别管了，别管了，快走，快走！强哥，徐秋带人砸场子啦！他好大的胆子，敢在老子头上动土！臭家伙！他不来报信，这么大个地方，我还担心找不到呢。徐秋，别打了，我真的不知道人藏在哪里。你是猪脑子吗？谁问你人在哪儿了？我问你老大家在哪儿。他绑了我的人，我绑了他一家子，不过分吧？你做的这么绝，清河帮不会放过你的。什么清河帮？现在你们所有堂哥都没了。
什么？我们上当了？你是拿我们当借口搞清河帮 ？H 市有一个5连会就够了。姓徐的，我答应过让你见到我，放了我的家人。你打个电话回家就知道了。哎，我来这里是为了陪我家宝贝，外面的事情由外面的人解决。算你有种！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的腿这样，跑不掉的。我头发里藏了东西，帮我拿出来。啊？我？怎么拿？用嘴啊，亲爱的。你做什么？你主动凑上来诱惑我的。我？你脸红的模样真诱人呢，真想现在就把你扒光了。你来就是为了羞辱我吗？怎么会呢，小姑父，我当然是来英雄救美。你也知道我是你姑父。我去解决外面的人，你砸开通风口出去，不要等我，也不要回头。你疯了！他们有枪，而且我的腿。想再见到你儿子的话，就放下过去那些阻碍你的回忆。爸爸，地下室好像有什么东西，我很害怕。默默不是从来都不害怕的吗？您能去看看吗？也许是外面的野猫跑进来了，不要怕，我去看一看。我心里清楚的知道，一切是从那一天开始改变，从我踏进地下室的那一刻开始。那个箱子是属于慧姐的，它就像潘多拉的盒子。明白自己不该去触碰，却又总是想知道里面藏着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对不起，我没法面对这些事。我们离婚吧。我们可以选择抱歉，也或者帮慧姐掩盖这件事，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我是如此的懦弱，我只是选择了丢下妻子，独自逃离。爸爸，地下室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野猫。想到那个被虐待、切断双腿的男人，我就会陷入恐惧之中。那是我说谎的罪恶，来自于卑鄙胆小的内心的嚎叫。夫人的车停在了铁轨附近，李先生，真的不需要报警吗？默默还在学校吗？啊，是的。我睡一会儿。枪声，许秋，不要等他，也不要回头。明明有过教训，这次也头也不回的逃跑就好了。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人给了我不一样的期待。他疯狂的模样，分明和慧姐如出一辙，可我却没有办法选择逃掉。许秋，真是个麻烦姐，都说了不要回来。这世界上有什么事值得人追逐？只要是令我快乐的事，我都愿意不计代价去做，无视规则，无所畏惧，甚至喜欢玩弄那些胆小怯懦的家伙。看他们在我面前露出卑微的模样，为我疯狂的女人太多了。为了你，我可以去死。要做还是要死，却终究让我觉得难以满足。我追逐的到底是致死的快乐，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们很快会带人来搜山，你和我是他们唯一的筹码。如果天亮之前灵猫斗不过他们，我们两个就死定了。害怕吗？为什么回来？那你呢？为什么来救我？这句话，林墨有问过我，
你说是为什么呢？你不是说我弟弟在徐秋手上，现在帮派混战，连总统都打电话来质问我，你要怎么收场？要是影响政绩，我先弄死你！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没有想到是李默的问题，毕竟他还是个学生。不要因为年纪就傲慢地衡量一个精神变态，别忘了，他可是 IS 计划里唯一逃出来的人。是，无论如何，我一定会想办法救出你的兄弟，至少我们手上还有林默的父亲。IS 计划又是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组长，饭来了。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度假。买什么冰淇淋？忘了。好冰。林默彻底跟他们宣战了，恐怕太阴郡还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得想办法提醒一下他。人我按照你的要求埋了，接下来怎么做？你可以回家了。最后一个问题 ，IS 计划你参与了对吗？说真话的话，林默一定会杀了我的。怎么办？我需要帮助。宋先生，我知道你弟弟在哪里，求你保护我。在石桥区的坟场，快带人去把我弟弟救出来。牧师不在这里，被那家伙耍了。喂，宋议员，没在棺材里找到人很生气吧？你能利用的人，我也一样能利用。林默，我弟弟到底在哪里？我也说不准呢。我可以让一个人去埋，就能让10个人把他挖出来。谁知道下一秒他会出现在哪里？混账！不要太嚣张，你父亲还在我手上。也根本不重要。拜你们所赐，现在任何人死在我面前，我都没有丝毫的感觉。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要 IS 计划的全部资料。开什么玩笑！别说我弟弟的命，就是我的命也抵不上你要的东西。谈判破裂，明早10点，宋牧师会带着你的秘密准时出现在新闻大厦楼下。等等，我。林先生，我已经找到您父亲的位置了，但对方人数太多，我们该怎么办？他们2个就在山上，跑不远。送。该放野兽吃肉了。我明白了，林先生，我会做的干干净净的。宝贝儿们，投胎快乐。看来硬闯是正确的，这手机里就是你操纵别人的证据，看你还怎么狡辩。闵才哲啊，你到这里干什么？想不到太组长私底下这么可爱。闭嘴！开玩笑也不看看是什么场合。别打了，再打就打成傻子了。我早就说过，林默不是什么善类，他绑架了宋议员的弟弟。别告诉我你和他相处这么久，这件事你一点都不知道。啊！绑架？我弟弟都不认识议员，为什么做这种事？至少得有动机吧？只要查这个手机记录就清楚了。林默，这到底怎么回事？既然闵组长已经拿到证据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把我抓起来吧。什么？那个男的是个瘸子，他们跑不远。去那边看看。好浓的血腥味。咱们的儿子就喜欢玩些阴险的手段，以后别见他了，免得把你带坏了。附近的所有路口都有人盯着，下水道和大厦里面也都排查过了，蚊子都飞不进来。林默绝不可能有机会把人送到这里来。而且我得到消息，林默正在警局接受调查，分不出精力跟我们周旋。他该不会只是虚张声势吧？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已经在林默身上栽过跟头了，还想是第2次吗？对不起，
这次一定不会再出错了。你们干什么的？总统先生今天要来接受采访，这是准备迎宾用的红毯。去打开看看。是。林默怎么又被抓进来了？昨天下班的时候还好好的，连雷局长都被请过来了，看来情况很严重啊。学校的案子化验结果出来了吗？2组的人今天都跟我出警。老大，那林默怎么办？他还在里面呢。为了他就不办案了吗？自己的本分是什么忘记了？是，老大，我这就去叫其他人。除了相信他，我没有任何可选的办法。林默，到底是我太不了解你，还是他们都在冤枉你？你自己证明给我看吧。您看，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人到底藏在哪里？救命啊！有人坠楼了！那些纸是什么？这是和鲜味社组织交易的账本，完了，全完了。据本社今早9时27分消息，以宋康玉为首，先后12名议员涉嫌参与非法组织地下交易，已被执政党劝退。宋康玉等12人被警方逮捕，检察机关已介入调查。进去。宋议员，我们终于见面了。林默，想不到你故意被抓，就为了在这里等我。在外面见不如在这里安全，让你乖乖听话有点难度，不然我也不会等到今天才动手。死在外面，总归没有死在总统的红毯上有价值。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吧？哼，别说是我弟弟，就算我死，也不会告诉你。我早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想必你的儿子和老婆还没准备好。你现在还有最后10分钟的机会救他们，还想再尝试一次谈判破裂吗？你会遭报应的。还有9分50秒。你以为你赢了吗？当年的实验，所有程序都受法律保护，是在拿到你们病历且有监护人签字的情况下进行的。要怪就怪你爹妈吧。林默，有人保释你。监护人终于来了，我还怕你舍不得出来，给父亲添麻烦了。回家吧。别总摆着一副司马脸，没看到你爸的腿就好了吗？距离我成为你爸爸只差一点点，我建议你先改口。想死吗？啊，逆子啊，杀了我你爸爸会伤心的。英俊哥要是知道今天的事，恐怕我要被甩掉了。以你们2个的身份，这不是早晚的事吗？想要做自己的事，还想要那个小警察，太贪心了。说得轻巧，那5联会和我父亲之间，你怎么选？啊，真烦人！你是10万个为什么吗？怎么这么多问题？人在有相反答案的时候，就会下意识逃避正面回答。喂，臭小子，多读几年书了不起啊？那倒不是，对付你用不着读书。我提醒你，我父亲跟我们不一样，他只是个普通人，承受不住再一次打击。你要是想跟他玩一玩，最好先给自己选好盒子。盒子？什么盒子？你倒是把话说清楚。谢谢父亲。今天暂时不要去学校了，好好休息吧。宝贝，如果你儿子和我之间只能选一个，你选谁？林默吗？别问无聊的问题。人在有相反答案的时候，就会下意识逃避正面的回答。什么嘛，装得一本正经，这不是挺舍不得我？我儿子。等等，你再考虑考虑，别回答的这么肯定啊，可以再贪心一点。不需要考虑。已经脱离危险期了，幸好发现的及时，医生说很快就能好起来。警察叔叔别骗我了，我早就在网上查过了，百草枯是救不回来的。网上都是个案，你要听医生的。再说案件还没调查完，你想要背着杀人凶手的污名死去吗？他们只会觉得你是畏罪自杀。没错，就是畏罪自杀。我早就想杀他，吴越的存在让我觉得自己是这世界上最糟糕的家伙。警察叔叔，为什么？啊？为什么有些人天生善良干净，而我天生这么贪婪、虚荣、卑鄙、阴暗，让人恶心？从我记事起就知道家里很穷。哎，妈一个人带着你不容易，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零食那么贵，家里不过日子了。妈，我错了，别人吃的用的
我从来都不敢要。可胡玉不一样，他从小什么都有，不需要像我这样卑微的活着。这是我妈妈买的，大家都尝尝。给。我叫胡玉，交个朋友吧。我不清楚他为什么接近我，我只知道他的存在反而像是提醒了大家，我有多么讨人厌。切，不识好歹，少搭理他。就是他身上总是一股怪味，小心沾上病。瞧他那穷酸样，鞋还破着洞呢。每次胡玉阻拦之后，都会让他们更恶劣的欺负我。挨打了？你为什么不能勇敢一点告诉老师啊？就是因为你一直这么懦弱，才总是被欺负。我不敢。那就打回去，他们打你，你也打他们。你怎么敢打伤同学？你这孩子报复心也太强了！明天叫你家长来学校。老师，我错了，求求您千万不要叫我妈妈来。我那时候才明白，有些人的反抗叫做反抗，有些人只配叫发疯。我跟你说个秘密，你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啊！我发现向老师最近戴的手链和我丢的那个一样，这东西很贵的，是我姐姐从国外给我买的，怎么会那么巧一模一样呢？要是能拿过来看看就好了。我以为他在暗示我，想着自己也能帮他一次。给。你这是偷东西，你知道吗？你怎么想的，干出这种事？我带你去跟向老师道歉。我不去。你跟人家胡玉学学，上学不只是来学习，最重要的是学会做人。不管我做什么，在别人眼里都是错的。胡玉说大家讨厌我根本不需要理由，他们只是讨厌我这个人而已。可是为什么这个人非要是我，而不是他？他装出一副热心的样子，只不过是为了评优加分而已。我甚至听到过他在背后嘲笑我阴暗。我不清楚他到底怎么想你，但是我们在他书包里发现了这个是胡玉准备送给你的。我们调查过，他之前也是因为校园霸凌才转学，也许感同身受也是他对你好的原因之一。这双鞋，他身上总是一股怪味，小心沾上病。瞧他那穷酸样，鞋还破着洞呢。到了这个地步，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到头来错的还是我，用自己卑鄙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以为别人都像我一样阴暗。可惜已经没机会挽回了。既然你说自己是凶手，那么请你复述一遍你杀害他的过程。那天是周三，下课的时候，我约胡玉到杂物间见面，想让他跟老师解释清楚偷东西的事情，但被他拒绝了。我一气之下，用他的书包砸中了他的面部，当时他流了很多血，我很害怕，吓得直接跑掉了。第二天，我就在杂物间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你袭击他之后呢？没做其他的什么事吗？不是说了，我害怕就直接跑掉了。但胡玉真正的死因是艾草花粉过敏导致的窒息，你有没有因为知道胡玉有哮喘，刻意使用过敏性物品？艾草花粉，只有蒋老师提起过这件事。他说学校里种了很多艾草，秋季的时候对哮喘病人来说很危险。我当时还很纳闷，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个？你是说教导主任蒋永志？蒋永志，你不要激动，先下来。宋康玉被抓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想不到临摹手段这么绝，一定要逼死我。啊！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清楚。你不要激动，我们只是找你配合调查。不要！老大，你怎么样？还好吗？我没事，快去看一下蒋永志的情况。屋里还有一具尸体。啊！她应该就是蒋永志一直患病的女儿。这里还有一封遗书，上面写着他看了蒋永志杀人的证据，觉得是自己拖累了父亲，被人摆布，所以选择了自杀。太不对劲了，这些东西，这孩子是怎么拿到的？蒋永志似乎提起过李默。李默，我要跟你谈谈，不要说谎，我只想听你说真话。我怎么敢对英俊哥说谎呢？你不是很了解我吗？我只要说谎，就会紧张的看脚尖。难道连这也是你故意骗我的？不算骗，因为我真的没说过。你说的都是真话，只不过隐瞒了不想让我知道的那部分。你也没问过，不是吗？好，我现在问你，
这些案子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到底有没有杀过人？跟我有关，但人不是我杀的，我的双手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污点。这一条条人命，在你眼里就只是污点吗？你知道的，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不想再听见你说什么不一样。你可以冷漠，可以没有感觉，但你不能拿这件事做挡箭牌去伤害别人，因为这世上不止你，每一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听到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既然英俊哥想问，我可以全都告诉你，我的过去和我要做什么，所有的秘密都在这里面。你什么时候知道蒋永之是这件案件的凶手？唐野的案子之后。为什么不告诉我？因为我当时也是嫌疑人之一，我说什么并不重要。她应该就是蒋永之医治患病的女儿。这照片，这些东西，这孩子是怎么拿到的？是你把这些证据拿给蒋永之的女儿看的？你知不知道，就因为这些东西，她自杀了。她才10几岁。她有权知道真相，就算是知道真相，依然有无数种选择。这和我的行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就是你所谓的双手干净吗？你这么做跟捕猎者有什么区别？我没有犯法。不可能的，不管你的计划再怎么周密，总有天我会找到证据。你是想让我亲手抓你吗？我是你哥哥。走，让我去自首。只要你肯说实话，我一定帮你争取最宽大的处理。哥哥今天不就是来听真相的吗？这面墙上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有着精神变态的倾向，而我不一样。我是因为遗传基因导致的额眶部皮质，到腹征中前额皮质，再到前额皮质结构中一个叫扣带回区域存在脑功能缺陷，进而导致的行为障碍，医学上称为反社会性人格障碍。5年前我被确诊后，被一个专门研究社会行为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小组带到了国外进行封闭式治疗。他们一直告诉我，只要积极配合治疗就能痊愈。但其实他们研究的课题是在大脑中找到开启和关闭反社会性人格的开